这是男人第99次从死亡中醒来，每次死亡只要他选择重新开始，他就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复活。他叫雪辉，在魔教专门负责打探情报。司魔鬼让他去寒玉关去打探地形，不料却遇到了华山派高手就知名的埋伏，他和手下全都成为剑下亡魂。正当他还沉浸在这死而复生的喜悦中，有2人走了进来，光头男子二话没说过来，直接一拳打在了他的腹部，剧烈的疼痛让他感觉这不是在做梦。打完人竟然还说自己手滑，这理由也太敢笑。另一名男子走到身前，太皇阁主要见你。说完转身离开，看着2人头上出现的数字，雪辉一脸的疑惑，所有事情竟然和之前经历的一模一样。雪辉来到阁主的房间，有2人相对而坐品着茶，雪辉进去对2人只是微微行礼，而另一个人却是不满，漫不经心的瞥了一眼，只是这一眼吓得雪辉立马跪下请罪。4天前司魔鬼给他说过，来这只需要行墨礼就可以，现在却这样侮辱他。司魔鬼喝了口水，你是不是想担任天日关的文士？我知道你想习得魔功，特意给你安排的。天日关存放着数十万本秘籍，雪辉心里想到，果然上次他就是用这个诱惑我，让我接受了那个任务，我得想办法避开那个任务，不能再被干掉。司魔鬼接着说道，不过你得帮我完成一个任务。雪辉突然说道，我有话要说。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系统框：1. 不管什么任务我都好好完成； 2. 我想接其他任务； 3. 我甘愿自断右臂。下面还有一个倒计时，雪辉感觉身体不能动，周围的人也都静止，看着下面的一直跳动的倒计时，自断右臂肯定不行，要是接下他的任务我就会被干掉，那只能选择这个。雪辉便抢着说出我要接其他任务。司魔鬼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声质问，你说什么？我都还没说要给你什么任务，竟敢说要接其他任务，周身杀气爆发，把雪辉笼罩其中，仿佛被一只巨兽咬住。看着站起来的司魔鬼，雪辉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必死无疑。就在这时，司魔鬼突然大喊一声住手，待雪辉反应过来，剑尖已距咽喉不到1毫米，这个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前，再晚1秒估计就人头落地。司魔鬼坐回去说道，先听听他怎么说，再决定是不是要干掉。雪辉吓得连忙跪下，我想接其他的任务并不是挑剔，听说最近华山派的人要在河南交界处聚集，您不是希望灭了华山派吗？所以我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去那探明情报。没办法，只能如司魔鬼的意，把上一世他让去完成的任务给说出来，也是因为这个任务我被干掉，这一次还是没能避开这个必死的任务。司魔鬼听完他说的话，露出了笑脸，正好我要给你的任务也是这个，副教主打算亲自过去，在那之前你要去看看函谷关那边情况如何。雪辉惶恐地接下任务退了出去，走之前又看了一眼那女子，她的头上同样有一个数字生命加4。他来到湖边，看着湖面自己的倒影，头上也有一个数字1。最后的机会，雪辉心不在焉地走在路上，想着上次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没有援兵，导致自己被干掉，这次难道要逃去中原，自己练的魔功气息掩盖不住，还是会被正道之人追杀，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就这时一道声音传来，听说你这次接了一个大任务。雪辉朝声音看去，原来是刚才挑衅自己的大光头。看到他的头上那个生命加1，再想想自己头上那最后的机会，难道把他干掉就会多一次机会？下定决心，雪辉快速朝着光头走去，猛然拔出长剑朝他劈去。光头男子惊慌抽出宝剑挡住，雪辉接连又劈出数剑，都被光头男子挡住。2人又过数招，待光头男子扶住，一剑刺入心脏，干掉光头男子。雪辉把他的尸体沉入湖底，看着湖面自己的倒影，头上的数字发生了变化，变成了2次机会。雪辉干掉大光头后，便和他的同伴一起出去执行任务。他们来到函谷关，上一世雪辉来此执行任务，遇到了华山派的埋伏。这次他换了方向，绕过埋伏地点，在路上他们碰到一房屋，雪辉小心翼翼靠近，往里一看，空无一人，原来虚惊一场。众人围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雪辉低着头思考，再继续前进肯定还是会被干掉，大光头被我干掉肯定也不能回去，难道真的要逃往中原？就在这时，系统面板突然出现在雪辉面前，时间再次静止不动，敌人出现，要做出什么选择？1直接开打，2使用嘴遁，3撒鸭子就跑。看着一直跳动的倒计时，打肯定是打不过，跑也跑不了，横竖都会没命，那只能选择嘴遁。系统消失，雪辉大喊道，出来吧，我知道你在附近。系统提示出现，附近肯定有高手埋伏，小家伙有一手啊！一道身影突然出现他们中间，看着来人，果然还是他华山派长老周仲明。众人一脸恐惧看着眼前此人，这样下去被干掉是早晚的事。雪辉大喊道，大家快跑！众人四散逃跑。看着逃跑的众人，周仲明挥动手中长剑，数道剑气挥出，众人应声倒地。雪辉也被一剑从背后刺入，倒在地上拼命挣扎着。看着慢慢靠近的周仲明，他问出心中的疑惑，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会来？周仲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你是怎么知道的？雪辉忍着身体疼痛，我们到达的时间都一清二楚，如若不是你们，不可能这么精准出现。司魔鬼诡异的一笑，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告诉你吧。没错，我们是有合作。说完一剑挥下，雪辉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再次被干掉。系统提示再次弹出，头上的2次机会变成了1次。雪辉消耗掉1枚复活币，再次复活，回到任务的开端，揉了揉自己昏沉的脑袋，连忙起身躲了起来。他知道一会那2个烦人的家伙就要来了。看着来找他的大光头，头上的数字消失了，看来只能在一个人那里得到1次机会。雪辉主动来到太皇阁主司魔鬼的房间，进去后直接跪下给2人行礼。看着如此懂事的雪辉，司魔鬼笑着喝口茶，你想不想当天日关的文士？雪辉低着头，果然还是之前的问题。他忙叩头大声说道，万万不可阁主，小人怎敢去那么高等的地方？司魔鬼听到一脸惊讶，好吧，不过你得负责一个相应的任务。雪辉立马大声说道，我其实有话对您说。果然系统的提示框再次出现，这一刻时间再次静止，
还是之前的3个选项？上次选择接其他任务，最后还是接了那个任务，这次只有这一个选项没有试过。我甘愿自断右臂。雪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司魔鬼眼睛一瞪，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断臂？雪辉回答道：我曾不自量力说过想要学习上乘武功，还不知天高地厚地翻过阁主的房间，我罪该万死，就让我断臂来表达我对阁主的忠心。司魔鬼想了想，扔出一把短剑。雪辉拿起短剑，没有一丝犹豫，直接朝自己右臂砍下。想要死中求活，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随着短剑嵌入越来越深，血流涌出，一瞬间染红了衣服。司魔鬼突然喊道：住手！一道人影闪过，打飞了雪辉手中短剑。看到这名女子，他知道自己得救了。他捂住自己的肩膀，虽然没有砍断，但右臂已经不能动了。司魔鬼看到说道：真是有趣的家伙，这是天日关的令牌，你去试试吧。雪辉连忙感谢阁主，他知道自己赌对了。系统每次让你做选择，而生机便藏在其中，选对了便有机会活下去。雪辉离开阁主的房间，便来到天日关，看到这个管事头上也有个生命加1。雪辉想着自己只还有一次机会，要不要直接干掉他，增加一个复活币？看着自己不能动的右臂，还是算了。反手从口袋中拿出一些钱财递了过去。管事看到小伙子如此懂事，很是高兴。看着管事离开的背影，为了以后能向他们复仇，那就要有足够的复活币，得尽快的提升实力，干掉管事。正当雪辉在整理书籍的时候，他看到一本三秀元教书。当他拿起这本书，系统的提示再次出现：请问你要学习什么武功？1. 素息魔功， 2. 赤手魔功， 3. 交集魔功。只有第一个显示可能，其他2个都显示不可。无奈雪辉只能选择了第一个素息魔功，紧接着选择了剑法修炼。光芒闪过，必须拟人影出现。这道人影犹如真人在眼前，将素息魔功的所有招式一点一点的展示出来，看得雪辉目瞪口呆。系统提示再次出现：素息剑法大招大伯剑使用方法。看着这些奇怪箭头，雪辉也是一脸懵逼，不知如何学习大伯剑。雪辉拿起剑，跟着人影便一起动了起来。随着时间流逝，1个月过去，素息魔功已掌握6、7成，可是大伯剑却一直没能练会。系统给出的提示也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雪辉正在整理书籍，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转身一看，竟然有个人进来。看着这名男子头上加10的数字，他知道这个人实力相当，就连在司魔鬼身边的女子头上才加4，他一定是个位高权重之人。雪辉连忙起来行礼。那名男子说道：我在找一本书，你见过三秀元教书吗？雪辉心里一惊，这不就是自己怀里那本吗？在他愣神的瞬间，系统再次出现，系统就给出他2个选择：1. 我没见过那本书；2. 我练会了那个武功。如果选择错了，弄不好在这里就会被干掉。看着下面闪烁的倒计时，比起最坏的那，只能选择一个较坏的。我没见过那本书。男子听完便转身去别处寻找。没走几步，男子突然停下，转过身来。那本书不就在你怀里吗？雪辉内心一紧，拿着书的手下意识更加用力。难道这个选择是错误？男子慢慢的靠近，雪辉正想开口说话，那名男子便大笑起来。我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叫傅艺林，以后多多关照我，去别处看看书。过了一段时间后，傅艺林突然开口：是太皇阁主推荐你来这里的吧？雪辉忙放下手中书：是的，他对我挺好的。傅艺林很是平静地说道：是吗？那为什么会将你的右手砍成残疾？说说吧，素息魔功练的哪里了？雪辉心跳加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右臂不能动，练不了武功。男子走到他身后，微微一笑：我知道了，不用这么紧张。随即话锋一转：如果你说的不是实话，到时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说完便向外面走去。看着男子离开的背影，雪辉深深地呼了口气。就在这时，系统弹窗再次出现，请做出选择：1. 你不是天魔的第4位弟子昆魔吗？2. 其实你在找的素息魔功我已经练会了。3. 我看您的处境跟我也没两样。看着这突然出现的系统，雪辉内心100个我操，人家都准备走了，你还想咋地？看着这3个选项，第2个肯定不能选，选了会立马被干掉。第3个也不可以，那只能选择第1个。你不是天魔的第4位弟子昆魔吗？准备离开的傅艺林突然转身：你还挺聪明的，不过我只是早期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人吧。雪辉吓得忙叩头认错。男子淡淡说了句没关系，转身继续离开。就在这时，系统弹窗又出现，对比这俩选项，雪辉无奈只能选择素息魔功我已经练会了。男子听到这，直接抽出宝剑，一剑直取雪辉脑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系统弹窗出现了，只剩一个之前没有选的那个选项。倒计时500秒。看着如此长的选择时间，像是系统故意给出时间让他思考。雪辉开始冷静分析这个选项后面存在的一线生机。想到之前谈到司魔鬼时男子露出的敌意，他之前所说不愿意争夺权力是真的吗？系统能给出这个选项，就说明他现在的处境和我一样，所以现在要想取得生机，就要给他力量，让他夺回权力。再联想到司魔鬼和鸠种明之间的合作，堂堂魔教阁主竟然和正派人物私通，雪辉想到了如何说服他取得一线生机。我看你的处境跟我也没两样。此时的剑在他面前1毫米处停下，男子一脸不信地问道：你刚刚说什么？雪辉一脸淡定，其实内心慌的一逼。我知道昆魔大人与其他天魔弟子之间存在差距，他们的根基已经很牢固了，无论如何您都很难追上他们。昆魔长剑一指：有话直说，不要拐弯抹角。雪辉大声说道：请拉拢司魔鬼大人，我知道你过来不是来找什么书的，你知道我冒犯了司魔鬼大人，然而他却没有干掉我，却把我推荐到天日关当文士，所以你想从我这获得司魔鬼的弱点。男子看了他一眼，
你会告诉我他的弱点吗？雪辉说道。我能得到什么呢？昆魔收起长剑。好的，如果你给的情报有价值，我会给你相应的补偿。雪辉直接说道。他的弱点是华山派救众命。昆魔一脸疑惑地问道。你有证据吗？雪辉忙答道。司魔鬼肯定不会留下痕迹的，不过以昆魔大人的实力，肯定可以查到。昆魔走到他身边。好吧，我会去确认一下。不过在此之前，想让我相信你，你就要去干掉赤明。雪辉没得选择，想要活命，他只能干掉赤明。他发现赤明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都会上茅厕，而且一蹲老长时间。于是雪辉既从心来，他事先来到茅厕，跳入茅坑中，等着赤明在享受时偷袭他。果然没等多久，赤明捂着肚子就进来了。当他蹲下的一瞬间，雪辉发现缝隙，挥动手中长剑朝缝隙刺去。没想到此时一不明物体从缝隙处落下，雪辉忙移动身体进行躲避。就在这时，系统提示传来，使用大伯剑，一道剑气朝缝隙处劈去。以前苦苦修炼的大招，没成想在这释放出来了。赤明怎么也没想到上个茅厕把自己给上死。雪辉干掉赤明后，来到河边，便开始清理自己身上的不明物体。此时干掉了赤明，获得2个复活币。水中倒影头上的数字也变成3，看着自己残疾的右臂，这一世右臂不能动，肯定很难的变得更强，那只能为下一世做好准备。毕竟现在有3次机会。想到这，雪辉再次来到司魔鬼的书房，他把干掉赤明的事告诉了司魔鬼。司魔鬼听到杀气，瞬间便把雪辉给包裹其中，走到面前，一把抓住雪辉的头发。是谁让你杀掉赤明的？雪辉说道。是昆魔大人，也是昆魔大人让我来找你的。他问你是什么时候和华山派救种明接上头的。听到这，司魔鬼起身放下雪辉，转身离开。仔细想了想，黄家山，我们约好下月初残月之时在黄家山见面。听到这，雪辉内心窃喜，终于上钩了。这时系统弹窗出现，获得太皇阁主的秘密地图，获得道具箱。看到这些，雪辉一脸的疑惑，这都是什么呀？就在这时，司魔鬼问道。昆魔什么时候传授你武功？这才多长时间，他就如此信任你，让你上我这来打探情报？雪辉忙回道。前几天叫的。听到这，司魔鬼转身以掌为刃，直接穿过了雪辉胸膛。小子敢耍我，昆魔是不会教人武功的。雪辉这时露出了笑容，他的目的达到了。雪辉使用复活币再次复活，他的右臂已恢复如初。这时系统提示出现，获得素息魔功，之前练会的魔功，这一世竟然直接就会了。接着又弹出道具箱，里面有之前从司魔鬼那得到的地图。正想着怎么使用时，系统提示再次出现，是否取出地图？雪辉选择取出，地图立马就出现在手中。拿着地图，没有去找司魔鬼，他直接来到天日关找昆魔大人。见到昆魔，雪辉说道：“我这有一情报，日后可帮你成就大业。”昆魔笑着看着他，说吧，能助我成就大业的是什么情报？雪辉把地图递了上去，昆魔打开地图一看，立马神情变得紧张起来，一脸严肃地问道：“这消息可靠吗？”雪辉忙回答道：“绝对可靠，我愿意投靠昆魔大人，为昆魔大人效力。”昆魔靠近雪辉，如果情报属实，我会如你所愿，然后便去确认情报的真假。雪辉在这里已经等了3个时辰了，去确认情报的昆魔大人还没回来。就在雪辉内心忐忑不安时，昆魔从后面走来：“你叫雪辉吧。”这时系统提示出现，是否储存进度？雪辉一脸的疑惑，怎么弹出这个？看着弹窗，雪辉选择储存，储存成功。天历95年第2章，昆魔给出的3种人生。接着系统便再次给出了3个选项，这次选项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每个选项都是一个不同的人生，并且下面标注有难度星级。第一个成为昆魔的核心武者，加入武官道成为家产，难度2个星。在这虽然能学到很强的武功，但仅凭训练保证不了自己的性命。第二个成为昆魔的护卫，由陆正管长老亲自教导，难度3个星。想到陆正管长老暴躁的性格，很难能在他手下活下去。最后一个成为昆魔的秘密武者，暗杀江湖上神秘人物，难度5颗星。这个难度有些高，不会是暗杀像司魔鬼那样的人物吧？雪辉还是比较有暗杀潜质的，毕竟茅坑里暗杀目标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成为昆魔的核心武者。听到这，昆魔淡淡说道：“那也不错，我会跟武官道管事说一下，还有6天的时间，你就在这先等着吧。”说完便转身离去。雪辉想到之前三秀元教书上还有2种武功不可学，这一世他双臂完好应该可以。他来到上世发现书的地方，四处翻找。当他再次碰到那本书时，弹窗出现，果然之前不可学的魔功都变成了可学。随即雪辉便开始学习这2种魔功。影像出现，虚拟人影把2种魔功分别演示了一遍。在接下来6天的时间，雪辉除了训练就是训练。虽然学会了3种魔功，但是威力还是达不到。雪辉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自己的内功太低了，只有80。或许内功提高，魔功的威力也会提高。6天很快就过去，到了进入武官道那天，一男子过来找到雪辉：“昆魔大人让我带你去武官道。”说完递出一丹药。这时系统弹窗出现，获得增强内力的丹药飞绝丹。男子介绍道：“这是一枚灵药，服用1颗便能增加10几年的内功，想要在武官道活下去，就快点吃下去。”雪辉吃下灵药，随着药力在体内不断的流转，雪辉明显感觉到内力在一点一点变强。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数值大幅提升，内功直接增加了2000点。系统提示再次出现，获得读心术，可以查看武者状态。
雪辉立马对着男子使用读心术，状态面板立马出现。巨云，昆魔的护卫之一，身体正常。雪辉再次看向巨云，一脸的惊讶。此时巨云头上有一弹窗，敌对感77%，天魔大弟子的部下奸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奸细。雪辉跟在巨云的身后，盘算着如果是真的要不要干掉他，这样更能取得昆魔大人的信任。在前面带路的巨云突然停下身来，指了一下远处，武官道到了，你自己进去吧，我先走了。巨云刚转身离开，一筒弹窗再次出现，必将从昆魔大人那里收到的飞龙丹交出来吧。二，您没有话要对我说吗？三表情嗤笑，第一个丹药我已经得到一颗飞绝丹，应该不需要了。第三个好像是个行为。看着快要结束的倒计时，雪辉无奈选择了第二个。您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男子一脸惊讶的扭过头，你这话什么意思？雪辉说道，武官道里面都是超一流高手，昆魔大人知道我实力不行，所以才给了我丹药。这么危险的地方，我这么进去真的可以吗？巨云听完尴尬一笑，好像不可以，这个给你。说完递给雪辉一把长剑，弹窗出现，获得断影剑，具有可以使心情变好的效果。系统都觉得主角太补，武器都自带开心效果。临走之前，巨云还不忘交代雪辉，不要忘记昆魔大人的恩情。雪辉来到武官道，把刚得到的断影剑收进了道具箱。走进屋内，一老光头正坐其中。考核任务就是面前的4个竹片，深研书判，每个竹片背后对应的考试内容不一样。老光头让雪辉从4个竹片选一个，又是选择题。雪辉内心很是崩溃，看着面前的4个竹片，老光头说道：“这4个反正你都要做。”雪辉无奈先选择了刻有生字的竹片。老光头把竹片扔给他，从那个门进去。获得6个刻有生字的竹片即可过关，期限是1天。里面有很多高级功法装备，只要你能得到都是你的。雪辉穿过那扇门，映入眼帘的是鸟语花香和一些形形色色的建筑。雪辉来到这里，他知道要活命那就要不停的移动。看到前面有个塔形建筑，他决定先去那里看看情况。一个蓄力快速的朝着建筑飞奔而去，靠近建筑底部，雪辉停下四处观望，没有任何动静。正当雪辉放松警惕的时候，系统弹窗出现，警告：不知名敌人发现了您的弱点，要如何应对？对战、防御、逃跑。雪辉一脸的惊慌，他之前没遇过这种情况。36计走为上计，这次也没有令大家失望，选择了逃跑。这时雪辉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一下蹿起来3丈3，他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本事。正当雪辉一脸惊讶的时候，后背被一道剑气劈中，左臂受伤，跳起来这么高，你说不砍你砍谁？这时一个西瓜头男子出现，本来可以偷偷的干掉，没想到你警觉性挺高啊。雪辉使用读心术，看到西瓜头男子的状态栏，内功才550，瞬间信心大增，于是拔出长剑便向男子刺去。素息魔功是冰属性功法，他利用呼吸时呼出的寒气，让对手行动变得缓慢，一剑把西瓜头男子送走。接下来便是大魔王雪辉的舔包时刻，获得了一个生字竹牌和一个金疮药。雪辉来到房间内，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自己的体力一直在下降，要是这样下去一定会没命的。金疮药很想用，但又怕后面遇到更厉害的。就在这时，雪辉想到自己的道具箱里面有一个药草，使用药草后马上就有效果，伤口停止流血。就在这时，雪辉听到一阵打斗声，慢慢探出头，看到一男子正在舔包。此人他认识，是太皇阁黑火队的首领拓浩，实力也是相当恐怖。此时他拿出一件装备，正准备往身上穿。雪辉想到之前暗杀赤明时，系统提示绝佳机会，造成了很高的伤害。这一次要是想干掉他，除非出现系统提示，然后一击必杀。雪辉看着正准备穿装备的拓浩，此时他正是放松警惕的状态。果然系统没有让他失望，发现了黑火队长拓浩的缝隙，要如何应对？1进行攻击，2使用武功，3使用道具。雪辉再次选择了安全系数最高的一个，进行攻击，时间将回到3秒前，请立即移动。雪辉一脸震惊，3秒前，瞬间像是想明白了什么。待那名男子拿起装备，刚想穿上，把手伸进去，雪辉抓住机会，从背后一剑刺出，成功干掉拓浩。接下来又是愉快的舔包时刻，他在拓浩身上发现了5个竹牌，除此之外，还获得了一件天银身甲、1把月香笔、3个金疮药、1个铁血毒解毒酒，全部被他放入道具箱内。雪辉立马使用了一个金疮药，这下身上的伤势完全康复。看着道具箱里的天银甲，雪辉点击使用，一阵光芒出现，天银甲便穿在了身上，而且从外面还看不出来。正当雪辉满脸兴奋的时候，系统弹窗出现，警告：不知名敌人发现你的弱点，要如何应对？1对战，2防御，3逃跑。雪辉一脸惊慌，刚刚太得意忘形，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直接开打那是不可能的。上次选择逃跑也身受重伤，那就只能选择防御。系统弹窗再次出现，将告知你敌人位置，请注意。还没等雪辉转身，那名男子的长剑已经刺向了他，伴随着金属相撞的声音，雪辉应声飞了出去，一口老血吐出。要不是之前装备了天银甲，此时已经被长剑贯穿。受此一击，雪辉血条直接掉了166。然而那名神秘男子也是一脸惊讶，长剑竟然没有刺入他的体内，想必应该是穿了装备。雪辉对着神秘男子使用读心术，状态栏弹出，此人竟是红魔院修罗天队族长。看着如此高的体力和内功值，雪辉陷入绝望，自己付出这么多，就只是想活着，没想到还是要被干掉，他好委屈。
不甘心就这样被干掉。看着此人头上生命加1，雪辉更加的疑惑，这么厉害的人怎么只有一条命？雪辉下定决心，就算被干掉，也要拼死一搏。如果系统提示发现绝佳时机，或许还有一丝活命的机会。雪辉使出素汐魔功，一剑劈出，男子举剑轻松挡下，雪辉被震得退后数步。男子也是一脸的吃惊，没想到这一剑还是有些威力。雪辉再次使用读心术查看状态栏，这一击给对方造成450点伤害，不过自己的内力也是消耗掉310。看到这，他仿佛又看到了生的机会。男子又接连劈出几剑，雪辉抵挡起来很是吃力，一不留神被男子一脚踹中腹部，自己的体力又掉了17点。就在雪辉陷入绝望的时刻，系统弹窗出现，素汐魔功熟练度提升，由原来的模仿升级到初级。徐慧一脸惊喜，再次用力挥出一剑，果然这次的速度更快，威力更大。男子没能来得及躲避，右臂负伤，雪辉顿时信心大增，蓄力再次一剑劈出，男子挥剑格挡，手中长剑发出咔咔的碎裂声。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出现，发现绝佳时机，要如何应对？1. 攻击 2. 使用武功 3. 使用道具。这次选择使用武功，素汐魔功和交集魔功都显示不可，只能使用赤手魔功。这应该是因为内力值不够，只能选择赤手魔功。雪辉瞬间出现在男子身前，随即带着浓浓炽热气息的一掌直接打在他的胸膛，男子直接被干掉。雪辉瘫软的倒在地上，这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干掉五魔之一。待他缓过神来，从男子身上获得了2个灵药和1本秘籍。太阳升起，雪辉在树洞中当了一夜的伏地魔，看着之前得到的丹药和秘籍，丹药不能乱吃，吃掉之后被干掉，下意识就没有了。武功秘籍只要记在脑子中，下意识还是直接就会。雪辉选择使用武功秘籍，弹窗出现，已学会隐身法科与隐身术，什么也没干，这些功法招式便深深的印入脑袋。此时雪辉已经收集到了6块身子竹牌，他起身向外走去。当他走到门口，一阵耀眼的光芒出现，是否储存进度？这里还有很多的宝物，他要等下次复活之后好好收刮一遍。虽然不知道下次出现进度储存是什么时候，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放弃储存进度。雪辉再次来到考核大厅，把得到的6个身子竹牌扔给光头男子，便选择了言字竹牌。按照光头男子指的方向，雪辉来到一房间，屋内有一男子杀气腾腾坐在其中。雪辉吓得连忙躬身打招呼，刚想再说话，男子便说道：“再敢多说一个字就干掉。”这实质的杀气吓得雪辉浑身颤抖，忙闭口不敢言。雪辉四处张望，看看房间内有什么考核信息。他看到远处碗内有一个纸条，小心翼翼地从男子身边走过，男子并未有任何反应，拿起碗中纸条，系统弹窗出现。第一道题，你收到指令，正为干掉中原人士而执行秘密任务。在深山中游荡之时，发现一家没有人住的房子，那里藏着你要找的3名中原人士，他们正准备离开，周围没有你的上级，你会怎么做？1. 试图袭击干掉敌人， 2. 伪装成武林人士混入其中， 3. 在附近等待上级到来， 4. 不做选择。雪辉认真想了下，直接进行袭击太危险了，还是安全第一，选择第3个，等待上级到来。就在这时，坐着的男子突然怒道：“不是告诉过你在出生就干掉了？”雪辉刚转过身，只见一道刀芒闪过，雪辉便伸手一杵，系统弹窗出现，雪辉回到了存档。昆魔大人的3个选择，他还是选择成为昆魔的核心武者。昆魔大人交代几句便转身离开。此时雪辉还是有些后怕的摸着自己的脖子，自己没有任何反应就被干掉。待昆魔离开后，雪辉打开道具箱，看着里面的灵药都还在，也就是说只要放进道具箱里的物品就会被永久保存。那他这一世在昆魔大人这偷些东西放入道具箱，下一世也不会受到影响。想到这，雪辉开始在昆魔大人的房间四处翻找，翻找了半个时辰，愣是没有发现好东西。就在雪辉快要放弃的时候，在衣柜的后面发现一个暗门，手刚一触碰，系统提示出现，获得绝对秘籍4级魔功之风。4级魔功是天魔传授给弟子们的武功，分为地水火风，而昆魔被传授了风属性的魔功。得到魔功后，雪辉来到天日关底下，看着自己的那可怜属性面板，他知道如果要获得更多的宝，那就要变得强大。他把那些灵药全都使用，体力值和内功快速增加，身体也发生变化，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壮。弄完这些，雪辉便开始学习4级魔功。弹窗出现，习得4级魔功，刚想试下魔功的威力，系统弹窗出现，不可使用，要求体力达到3万，内功达到5万才可以使用。这么高的数值，不知何时才能达到，无奈只能先放弃。考核的日子到来，巨云还是只给了雪辉1颗飞绝丹，雪辉毫不犹豫吃下，体力内力再次增加，赤手魔功的熟练度上升，升级到初级阶段。看着自己实力的提升，雪辉更加有信心能在5关道考核中活下去。到了考核地，巨云一指就想转身离开，果然系统弹窗再次出现，之前选的选项消失了，只剩没选的2个选项。雪辉选择把飞龙丹交出来。巨云听到一脸不信的转过身来，雪辉一脸平静的说道：“之前昆魔大人说要给我飞绝丹和飞龙丹各1颗，所以我才问一下，如果你没有带来，我只好去找昆魔大人。”男子听完便把飞龙丹拿了出来。雪辉刚接过飞龙丹，巨云直接一拳打在雪辉的腹部，痛得他瘫倒在地。巨云恶狠狠地说道：“反正你这家伙进5关道也不能活着出来，就算你活着出来，我也会干掉。”说完，一口老痰直接吐到雪辉脸上，转身便离开。看着离开的巨云背影，
雪辉暗暗发誓一定要干掉他。吃完飞龙丹，数值大幅提升，素息魔功和赤手魔功都升级到基本阶段，交集魔功和读心术也升级到了初级阶段。雪辉来到考核大厅，这次他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身子牌，再次来到了大型真人吃鸡考核现场。看着远处的塔形建筑，上次他在那被人偷袭，身体负伤险些被干掉，这一次他要找到那个人，然后干掉他，因为他的实力足以碾压对手。雪辉四处寻找，最终也没发现那个人藏在什么地方，无奈只好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主动吸引敌人。果然不一会，系统的提示就出现了：不知名敌人发现你的弱点，你要如何应对？1对战，2防御，3逃跑。这一世可是有备而来，服用了这么多灵药提升修为，现在的实力可不是小渣渣能比的。选择对战，原来那名男子躲在塔的2层。男子纵身跃下，手举长剑朝着雪辉劈来。看着背后举剑偷袭的男子，雪辉只是稍微移动一下身体就轻松躲避。被框倒在地的西瓜头男子一脸慌张的迅速站起。雪辉很是淡定的看着眼前的对手，反而西瓜头男子却是一脸的惊慌。系统弹窗突然出现，发现绝佳时机，原来实力足够强大，就算正是对手也会触发绝佳时机。雪辉看着系统弹窗，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因为实力的强大让他有信心以任何手段干掉对手。其他2个他都尝试过，这次他想试一下使用道具是什么样的。道具箱出现在眼前，里面有药材和之前获得的武器。雪辉选择使用断影剑，光芒一闪，断影剑直接出现在手中。以后如果武器断掉，这个功能就会有大用处。这时内心慌的一逼的西瓜头男子再也按耐不住，再次挥剑劈向雪辉。他的动作在雪辉眼里犹如蜗牛在爬，太慢了。雪辉一剑直接带走，开始愉快的舔包。收起身子竹牌后，雪辉在考核场地四处寻找宝物，幸亏学会了隐身术，要不早就被人发现了。雪辉进入一房间内四处翻找，没有找到任何宝物。雪辉来到走廊，看到一男子进入房间搜寻宝物，便悄悄地跟了上去。他在等系统提示出现绝佳时机再动手。雪辉趴在门外听了一会，只听到有人在里面移动，却不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而且现在身处走廊，目标太大，很容易被发现。想着自己现在的实力，雪辉飘了，他直接推开房门走了进去。里面那名男子听到开门声转过身来，一脸戒备地看着雪辉。雪辉对他使用了读心术，状态栏弹出，此人是无天阁灭绝队组长。看着他的数值这么低，雪辉二话不说举剑就朝男子劈去。匆忙间，男子拿起剑挡在胸前，强大的力道把他震退数步。在后退过程中不小心脚扭了一下，身体失去平衡。雪辉抓住机会一剑刺入男子胸膛，男子倒在地上并没有立刻死去。刚想再补上一剑，系统弹窗出现，1干掉，2进行拷问。雪辉一脸疑惑地看着系统弹窗。这时那名男子微弱的声音传来：为什么不干掉我？雪辉瞬间明白过来，原来此人还有意识，比起干掉他进行拷问能获得更多价值。雪辉把手放在男子肩膀上，稍微一用力，只听骨骼碎裂的咔咔声传来，巨大的疼痛险些让男子再次失去意识。男子无奈只能说道：把我的头巾拿下来。雪辉掀开男子的头巾，系统弹窗出现，获得宝物地图碎片。此地图详细记载着屋内所有宝物位置。正当雪辉打算送走这名男子之时，系统弹窗再次出现：1干掉，2继续进行拷问。雪辉看着系统的提示，看来这个男子身上还有秘密，不来的真家伙怕是不行。只听屋里惨叫声连连，雪辉给他来了个全身大检查，在他身上找到了其余6个碎片，获得了一张完整地图。雪辉看着地图，再看看之前男子翻找的地方，那个位置应该是有宝物的，现在只有一个阳羹，看来在男子来之前宝物就已经被人取走了。雪辉按照地图来到标记位置，发现一本武功秘籍，传音入密，毫不犹豫便点击学习，瞬间便掌握了这本秘籍。雪辉再次从一个柜子后面发现一本秘籍，铁魔毒功制作书，直接使用便掌握了铁魔毒功。经过雪辉拆家室寻找，在天花板上找到一宝全魔斗甲，此时雪辉已经获得3个宝。雪辉穿戴上全魔斗甲，弹窗出现，习得基本技术全封，对炽热掌理解提升。雪辉看着双手异常兴奋，没想到这个宝物竟是魔教排名34位的上级宝物。雪辉走向下一个藏宝地点门外，里面一阵争吵声传来，屋内有2拨人正在对峙。雪辉对他们使用了读心术，看着弹出的4人面板，原来是红魔院和腐魔院的人，他们的数值并不高，不过人数有点多，自己一个能干掉他们4个吗？就在这时，屋内的4人突然打起来，不一会其中1人不敌负伤倒地。系统弹窗出现，发现绝佳时机，除了之前的攻击、使用武功、使用道具3个选项，这次多了一个移动到对方附近。雪辉没打算要暴露自己呢，系统弹窗就出现了。对面这么多人，这不是把雪辉往火坑里推吗？看着倒计时的跳动，雪辉迅速的分析着现在的情况，如果使用武功，他们4个人肯定会联手对付。那只能试一下这新出来的选项。选择之后又出现一个弹窗，东南西北4个方向要移动到什么位置？这次并没有倒计时的出现。雪辉仔细观察4人的站位，以土豆为中心，南边是煞友，西边是土豆的同伴武警，那只有是东北2个方位相对安全一些，要同时干掉双方的1个人，只有这样剩下的那个人才不敢轻举妄动。想明白后，雪辉选择了北面。只见光芒一闪，雪辉瞬间出现在土豆北面，没等土豆回过神来，直接一剑刺穿他身体。等众人反应过来，土豆已经被干掉。其余3人一脸惊恐地看着这突然出现的男子，
此时系统弹窗接连出现，因为内心的恐惧，三人都露出了破绽。雪辉对煞友使用了交集魔功，一道火热的剑气从剑尖处喷射而出，瞬间便干掉煞友。而此时他的同伴也冲了过来，雪辉此时在躲避已经来不及，只能抬起手臂挡住攻击。男子满脸惊讶，这都能挡住？雪辉不给他反应的时间，一拳挥出，那名男子直接被打飞出去，仅剩的那名男子也被吓得浑身颤抖。犹豫再三，那名男子还是举剑朝雪辉劈来，没过2招也成了雪辉剑下亡魂。经过这场战斗，身子竹牌收集够了，只需等待天亮出去交任务。从他们身上，雪辉获得一件宝物八皇全身甲，光芒一闪便穿在身上。待这些处理完，来到藏宝点，打开盒子，里面竟然只有一个羊羹。雪辉一脸的疑惑，为什么本该有宝物的地方会只有一个羊羹？难道不是被人拿走宝物后故意留下的？正当雪辉查看藏宝地点时，背后出现一男子，举剑劈向雪辉，却不知他早已被发现。雪辉举剑轻松挡下，待看清来人，雪辉一脸惊讶，他竟是前世好不容易干掉的五魔之一。这时雪辉终于想明白，为什么之前的2个宝物变成羊羹了，这里面应该是我上世从他那得的宝物。那2个灵药被用掉，这一世就变成了羊羹。那名男子见雪辉这么轻松就挡下自己的攻击，想必也是高手，便说道：“我们各走各的，怎么样？我刚进来，身上可没有什么宝，就算干掉我，你也得不到什么。”雪辉想了想，好吧，我要去黄色剑准了，你去别的地方吧。男子愉快地答应，转身正准备离开，雪辉突然说道：“我有个事情要问你，什么时候才能遇见强大的家伙？”男子回过身来，看来你在来之前没人告诉你啊，你确实挺厉害，不过也只能嘚瑟到明天早上，到明天早上便会进来一些队长级别的家伙，如果你能得到更多宝物，或许还能有活命的机会。雪辉一脸的无奈，看来要在这活下去真的不容易，想要活下去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变得更强大。雪辉把之前得到灵药通通使用，体力和内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雪辉再次来到之前获得天银宝甲的地方，果然拓浩刚干掉一个人，正在舔包。此时系统弹窗出现，发现拓浩的缝隙，雪辉直接选择移动到对方附近，下一秒就出现在拓浩后面，杀气腾腾的看着他说道：“放心，如果想干掉你，我早就动手了。”拓浩一脸害怕站起身来，这时雪辉看到了天银身甲还在那个被杀的男子身上，果然宝物如果不放进道具箱，只要重生就会再次出现。雪辉走过去把那个包舔了，收起天银身甲，把得的2身子竹牌直接扔给了拓浩，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这就是你的了。你知道关于言书判这3个考试的内容吗？拓浩一脸的惊讶，你都不知道这些就敢来参加考试？第一次考核就选择身字竹牌，5关道考核是有顺序的，如果不遵守就很难通过，具体顺序不知道，但是身字考试是最后一场。雪辉一把抓住拓浩的衣服，这是最后一场考试。拓浩被抓住衣领，内心一紧，我也是进到这发现的，那些实力强大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进来，而是参加完其他3场考试最后来的，而我们只能提前找到能对抗他们的宝物，如果到凌晨还找不到宝物，我就打算退出。雪辉总算明白了之前那个男子说的明天凌晨会来一些实力强大的家伙是什么意思了，这是最后的杀戮盛宴。接着又问道，那些家伙都是什么实力？拓浩想到这些人就是一脸的害怕，他们都是在魔教5阁中实力顶尖之人，而太皇阁来的正是黑金队长神秘狼。这时系统弹窗出现，发现重要任务是否接受，除掉神秘狼，奖励1颗天龙丹。雪辉看着弹出的面板，天龙丹竟然能增加1甲子的体力和内力，这也太变态了。这已经不是我能不能干掉神秘狼，而是我必须要干掉他得到天龙丹。接到任务后，神秘狼的属性面板弹出，战斗力高达7万。再看看自己的属性面板，这可怜的数值，战斗力才3万。雪辉心存侥幸，如果有特殊机缘应该可以一战，便接着问到关于考试内容你还知道什么？拓浩答道，判是考核判断力，如果超过了时间就会放毒，而言会有人出题，如果不说出令他满意的答案也会没命。书听说是给一本书，按照书里内容出题，然后写出答案，我只知道这么多。说完转身便离去。这时雪辉才明白巨云那家伙啥情报都没说，存心不想让他活着出去，出去后一定要干掉他。距离天亮还有一些时间，雪辉找到一地方打坐恢复体力值和内力。天刚蒙蒙亮，就听到阵阵的惨叫声传来，他知道那些高手已经进来了，单方面的屠杀已经开始。雪辉使用隐身术四处逃窜，这时他看到一男子从屋里跑出，紧接着一道剑气直接劈中男子后背，还有一名男子躲在巨石后面瑟瑟发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和巨石一起就被一道剑气劈成2半。看到这场景，雪辉才知道他们的实力是多么的强大。正当雪辉沉浸在恐惧与震惊中，远处房屋发出一阵巨响，一男子直接把人从高处扔了出去。待看清男子样貌，系统提示出现，发现目标神秘狼。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弱小，正面冲突肯定不行，所以雪辉继续使用隐身术四处移动。他来到一个建筑里面，再次发现拓浩，他竟然没有出去。对宝物的贪婪使他留了下来。更让人害怕的是，和拓浩对峙的竟然是神秘狼。雪辉看到这更加的小心谨慎，生怕被发现。神秘狼和拓浩同属太皇阁，但是神秘狼并没有打算要放掉拓浩，他一掌打出，直接把拓浩打得吐血倒地，生机渐渐的流逝，仅仅一掌就干掉了拓浩。这就是实力的差距。神秘狼在拓浩身上只发现了几个竹牌，并没找到其他宝物，很是失望。此时的雪辉还在焦急的等待出现最佳时机，却迟迟不能出现。他想到自己的道具箱有个霹雳弹，
或许使用这个能制造出最佳时机。可是当他使用道具箱时，系统却提示无法打开道具箱，原因是周围的敌人知道你的存在，想要使用道具箱就要从他的影响内中摆脱出去。看到这，雪辉二话不说转身就跑，却在拐角处遇到了神秘狼。此时系统竟然提示发现了绝佳时机，雪辉欣喜若狂，使用武功，距离太远肯定不行，只能选择移动到对方附近。雪辉瞬间便出现在神秘狼的背后，挥剑便向他砍去。突然出现的雪辉的确令神秘狼一惊，但是还是被他挡了下来，借力后退数步。这时系统提示再次出现，发现绝佳时机。这次雪辉没有一丝犹豫，直接选择使用武功，一道蕴含火焰气息的剑气从剑尖迸发而出。神秘狼再次举剑防御，虽然被挡住，但也给神秘狼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血条直接下降1半多，而我们的雪辉血条只掉了1点。不过内力消耗殆尽，雪辉抓住机会，继续疯狂的攻击。他利用素汐魔功的寒冰属性，令对手行动缓慢，接连挥出几剑，但都被挡下，并没有给他造成任何伤害。神秘狼光注意雪辉手里的剑，没有留意被踢中胸口，倒退数步。雪辉趁他刚落地没有稳住身形，直接使出全魔斗甲拳风，神秘狼躲闪不及，体力再次损失600多点。看到有效果，雪辉继续使用素汐魔功加拳风一起攻击，神秘狼再次被打掉1000多点体力。雪辉也是一脸的震惊，在他这么猛烈的进攻下，他都还能抵挡住。就在此时，系统再次发现绝佳时机，正当雪辉高兴时，又一个系统弹窗出现，瞬间让雪辉从天堂到地狱，警告神秘狼发现你的缝隙，要如何应对？这是怎么回事？竟然同时出现2个弹窗，这要如何选择？雪辉看着这2个弹窗，大脑开始飞速转动，选择进行攻击就会回到3秒前，这样至少还会有3秒的反应时间。看着倒计时快要结束，他选择了对战和进行攻击。雪辉瞬间回到了3秒前的位置，此时的神秘狼正举剑往下砍，紧接着一阵血液溅出，雪辉躲过这一剑，不过还是被剑气划伤脸颊。值得庆幸的是，神秘狼的这次攻击消耗了大量内力，此时雪辉的体力已经高于他。神秘狼一脸惊讶地看着雪辉，你到底是谁？雪辉微微一笑，我还能是谁？我是你的手下。神秘狼顿时一惊，不等他反应过来，雪辉再次冲了过去。经过几回合碰撞，雪辉的体力下降了1000多，内功也所剩不多。而此时的神秘狼体力也掉了一些，虽然现在雪辉体力领先，但是内力已经快消耗完，他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不能让神秘狼有喘息的机会。雪辉疯狂的攻击，4级魔功、素汐剑法统统用了遍。随着系统攻击成功、防御失败的提示，此时的雪辉的体力已经变红，而神秘狼的体力还剩最后一丝血皮，果然很强。原本领先很多的血条，现在相差无几。就在雪辉这神秘狼强大时，神秘狼抓住机会，一剑刺出。正当雪辉举剑准备格挡时，原本刺向雪辉的剑突然改变了方向。雪辉想着先下手为强，便向神秘狼刺去。可就当他快要刺到神秘狼时，神秘狼向后一闪身，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秘狼的算计。果然系统的弹窗出现，神秘狼发现了你的缝隙，要如何应对？如果选择对战，自己这实力应该不行，逃跑的话那后背就会暴露给对手，那就只能选择防御。系统提示出现，防御失败，体力只损失1000多点。此时的雪辉体力只剩200多点，而神秘狼的体力还有900多。神秘狼看到自己的攻击得手，很是得意地看着雪辉，而我们的雪辉经过几次的死而复生，遇到危险也变得相当冷静。他迅速地分析着现在的情况，神秘狼是太皇阁黑金部队长，作战经验肯定十分厉害。就在这时，神秘狼没有再给雪辉思考的时间，一剑劈下，想躲避奈何剑气势弯曲射来，无法躲避，肩膀硬生生挨了一剑。而此时雪辉被逼入墙边，体力只仅还剩30点，视线开始模糊。随着神秘狼的慢慢逼近，与其现在被一剑干掉，不如赌一把。他用尽最后一丝力量，纵身向后跃起，撞开窗户跳了下去。紧接着神秘狼也跟着跳了下去。在下落过程中，系统弹窗出现，雪辉会心一笑，果然和他想的一样，发现神秘狼的缝隙要如何应对，进行攻击，使用武功，使用道具，走到对方附近。这种情况攻击弄不好自己小命不保，选择使用道具，选择恢复使用金疮药。紧接着雪辉流血不止的伤口停止出血，他的血条也恢复了1000多点。落地后奄奄一息的雪辉已变得生龙活虎，看到他的状态，神秘狼一脸的不敢相信。接下来雪辉利用自己血条的优势，不断的对神秘狼发起攻击，最后一剑贯穿他的胸膛，干掉神秘狼后，雪辉已是精疲力尽。这时系统弹窗出现，完成任务奖励1颗天龙丹。看着这个能让体力和内功增加1万的灵药，雪辉露出了笑容。正在这时，一女人惊讶的声音传来：“你竟然干掉了神秘狼！”雪辉猛然转身，一个漂亮的妹子出现在面前：“你是太皇阁的队员，没想到在这能遇到这么帅气的能力者。”女子看着一脸惊讶的雪辉，并没有动手，只是从他身边走过，然后回头说道：“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见。”便转身离开，把我们雪辉弄得是春心荡漾，久久不能平复。雪辉再次来到上次躲避的树洞，而此时的雪辉只还剩2条命。他想着，要不现在使用天龙丹，如果现在服下天龙丹，实力也就和神秘狼差不多，到时候遭遇那些人的围杀一样是必死无疑，那么下一世就会变得更加凄惨。
五官道考核都不一定能通过，更别说干掉神秘狼了。还是先把全魔斗甲放入道具箱吧。雪辉想着就要打开道具箱，却怎么也打不开。他知道自己被别人盯上，所以不能使用道具箱。就在这时，一道剑光朝他劈来，雪辉迅速跳起躲避，看到来人正是之前见过的高月，红魔院七龙队队长，战斗力 6.3万。虽然他的战斗力和神秘狼差不多，但此时的雪辉已是强弩之末。高月举起长刀砍向他，雪辉不甘心就这么再次被干掉，他拔出长剑奋力反抗。就在雪辉冲向男子时，系统弹窗出现，警告高月发现了你的缝隙，要如何应对？雪辉看着弹窗一脸的惊恐，现在能做的也只有防御。他选择了防御，但还是被一脚踢倒在地。紧接着高月又是一刀砍下，给雪辉造成了235点伤害。此时的雪辉体力只剩8点，就算如此，雪辉还是不打算放弃。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出现，使用大伯剑。雪辉身体不受控制地劈出一道剑气，直接把高月打成重伤，体力值一下掉2万多点。强烈的剑气直接把他打成重伤，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现在雪辉明白了大伯剑的使用方法，然而此时他的生命值还有4点。他笑着对高月说道：“你现在重伤，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你的。”高月恼羞成怒，举刀砍向雪辉。不过雪辉已经知道大伯剑的使用方法，更何况还有天龙丹。就在雪辉以为自己要被干掉时，系统弹窗出现，发现了高月的缝隙。可此时的雪辉已经没能力拿起武器对战了。就在这时，雪辉想到了使用道具，他选择使用霹雳弹。紧接着，一个霹雳弹凭空出现在高月面前，轰的一声巨响过后，高月直接被干掉。此时的雪辉因为霹雳弹爆炸时躲开了他，所以没有当场被干掉，但是血条也所剩不多，此时还在持续掉血。他想在死之前把高月身上的东西放入道具箱，眼看他的血条就要变成0，他拿出羊羹吃了一口，又恢复了几点生命。他拼命地爬到高月身边，把他身上的物品放入道具箱。正当雪辉松口气时，他发现断影剑还没有收起来，但此时雪辉的血条已变成0。他再次回到了昆魔给出的3个选择，依然选择了成为昆魔的核心弟子。昆魔让他在这里等待考核的开始。就在昆魔想要转身离开时，雪辉说道：“如果我发现有被其他弟子收买过来监视昆魔的间谍该怎么办？”昆魔看着雪辉沉默许久说道：“如果你在去往武关道路上发现那个间谍任何信息，你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我在留院宫。”听到留院宫3个字，雪辉猛然一惊，那是天魔弟子平时休息的地方，外人一旦靠近就会被干掉。正当雪辉震惊时，昆魔再次转身说道：“如果你能抓来就更好了。”昆魔走后，雪辉在天日关等着巨云到来。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不想再去参加武关道考核了。那里虽然有很多宝物，但是里面凌晨到来的家伙们太强了。这次他要抓间谍巨云，打开道具箱，看着上市干掉高月获得的战利品，把2种增加功力的丹药用掉，当然还有天龙丹。使用完天龙丹，体力和内力大幅度提升，听力也明显增强。屋顶走路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随着系统的提示出现，读心术已达到基础，同时学会了炽热掌和爆热功。做完这些，雪辉要试一下大招大伯剑。只见他朝不同方向摇动头，下左下右左。系统提示出现，使用大伯剑。雪辉再次来到毛主，再忍忍吧。雪辉暗暗地想着，为了不再遭受不平等待遇，他要变强。现在他的目标更加明确，等他变强之后，带着女子一起离开魔教。头红2人为了发泄心中郁闷，把雪辉绑起来，对其拳打脚踢。雪辉为了完成委托任务，一直都在隐忍。此时的任务进度已是7到8，最后关头，没想到他们直接下飞脚，一个撩鹰脚，直接蛋蛋碎一地。而头红还在说另一个人的姿势不标准，他要再重新给他演示一下。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雪辉的委托任务已经完成，他躲开头红打向他的拳头，他们没想到雪辉竟然敢躲开，2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另一人则恼羞成怒的再次一拳打来，雪辉直接挣开绳子，一把抓住打来的拳头，一记断子绝孙脚送上，这酸爽的感觉直接升天。头红看同伴被打，抡起拳头冲来，雪辉一巴掌直接把他按在地。为啥不继续攻击时，一名男子走了过来，使用读心术一看，原来是天日馆的总事务官，战斗力3万。那名男子看着倒地的2人，是你干的吗？而 A 雪辉。
男子缝隙，一脚直接踢中他的胸口，紧接着一个后抬腿踢中下巴，男子重重的摔倒在地。而就在这时，系统弹出，要如何处置该男子？一干掉，二打晕。雪辉看着面前的弹窗，只是稍微一犹豫，便选择了干掉。AI 雪辉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而就在男子被干掉后，系统弹窗出现，人工智能介入已结束。AI 雪辉仅用很小的代价便干掉了2人，雪辉在此获得了身体的使用权。回到天日馆地下，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头上的数字已经变成了2。现在雪辉更加有信心抓住巨云，他穿上之前得到的天银身甲，并使用了剑术理解，3种魔功因此也都达到了基本阶段。雪辉的战斗力也变成了9万。最后，他再次把战斗模式改成了回合制。雪辉在天日关底下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巨云一脸愤怒地看着他，雪辉直接一针见血说道：“难道大弟子让你如此轻举妄动了吗？”听到这，巨云内心一惊。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出现，读心术的熟练度上升，提升至基础阶段。而此时的雪辉战斗力已是10万，加上绝技大伯剑，他有信心干掉巨云。可当他再次使用读心术查看巨云状态时，他的战斗力飙升到19万，吓得雪辉瞬间后退数步。可还不等雪辉从震惊中醒来，系统弹窗出现，巨云发现了你的缝隙，要如何应对？这如此大的战斗力差距，正面对抗死路一条。雪辉只能选择防御，随即便见巨云一记手刀劈来，手刀擦着他脸庞经过。这一招雪辉险险躲过。可就当他刚躲避攻击拉开距离，系统弹窗再次出现，巨云发现了你的弱点，要如何应对？实力悬殊太大，雪辉瞬间没有了战斗之心，他选择了逃跑。不过却没能躲开巨云的这次攻击，血条瞬间掉了一半。此时的雪辉已经受伤，大伯剑也无法使用。看着慢慢逼近的巨云，雪辉打算使用素息魔功拼一拼。在素息魔功冰寒属性的加持下，他和巨云打得有来有回。在一次碰撞后，双方分开，雪辉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正当他以为素息魔功有用，想要穷追猛打时，系统弹窗出现，巨云发现了你的弱点，要如何应对？雪辉此时已经在和巨云对峙了，于是他选择了对抗。他举剑再次向巨云冲去，却被巨云一剑贯穿了自己的肩膀，顿时原本不多的血条只还剩800多。雪辉捂住受伤的肩膀，跪倒在地。此时他已无再战之力。巨云慢慢的走到雪辉面前，一拳打在他的脸上。雪辉只感觉自己的意识在慢慢的变模糊，然后就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发现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没想到你这么有趣。”不过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听下去了。紧接着，一个人影慢慢靠近，看清来人正是太皇阁主身边的黑蜜。他慢慢的靠近雪辉，不管武官道有没有结束，只要你威胁到杀魔大人，都会被格杀勿论。说完，剑光一闪，划破了雪辉的脖子。叮铃一声，雪辉在存档点再次复活。巨云一会就会过来，要想活命，只能干掉巨云。之前他见识过 AI 战斗的厉害，于是他把战斗模式改成了 AI 模式，打开道具箱，把之前没有装备的武器装备全部穿在身上，暗器放在胸口。他还在旁边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白魂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给 AI 雪辉制作更多的可能。一切就绪，就等巨云上门。这一次他必须要赢。雪辉本想干掉巨云，却没想到巨云的实力远远高于他，然后雪辉便被巨云俘虏，最后被黑蜜一剑干掉。雪辉消耗一次复活币，再次从存档点复活。为了这一世能顺利的干掉巨云，他把战斗模式改成了 AI 战斗，并且把装备全部穿上，在怀中藏了月香匕首，而且还把白魂弹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这样在 AI 控制身体后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可能。准备完这一切后，雪辉想到了之前获得的洞察点，正在琢磨那个洞察点是怎么回事时，巨云来了。他看到雪辉拿着刀站在那里，便问道：“你为什么会拿着刀？”而下一秒，系统弹窗便出现，人工智能介入，开始战斗。紧接着，雪辉便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漂浮在空中，看着面前的一切。而此时 ，A 雪辉回答道：“因为我刚刚在修炼。”巨云听完不以为意，然后把飞绝丹递给了 AI 雪辉。AI 雪辉接过飞绝丹，直接吞下。请把坤魔交给您的飞龙丹也交出来了。听到这，巨云身形一顿，扭过头来：“你说什么？” AI 雪辉继续说道：“难道你没有收到坤魔的嘱咐吗？他分明给我说过，会给我一枚飞绝丹和一枚飞龙丹。”上一世雪辉说完这句话后，巨云扔给他飞龙丹后直接动手。而现在 AI 雪辉到底会如何应对？可下一秒，雪辉直接瞪大了眼睛。AI 雪辉不等巨云给他飞龙丹，便直接出手一刀劈向巨云。此时巨云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能匆忙躲闪。可不等他站稳身形， AI 雪辉直接使出素息魔功，巨云匆忙间拿出武器进行抵挡。而此时飘在空中的雪辉看着 AI 雪辉疯狂的攻击，不禁想到 AI 雪辉难道也要和上次一样盲目的攻击吗？巨云的战斗力高出雪辉太多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AI 雪辉被震退数步。待他身形稳住，雪辉才看清 AI 雪辉一直都是用左手拿刀战斗，而下一秒，只见刀上突然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紧接着绝技大伯剑使出，一道强烈的剑气劈出，巨云躲闪不及时，被砍去左臂。雪辉没有想到 AI 雪辉竟然在战斗中很自然的将招式连接起来，使用了绝招大伯剑，显然这一切都是他计算好的。而此时巨云慢慢的从地上站起身来，虽然他失去了一条手臂，但是却异常的冷静，他没能想到雪辉会用刀使出剑法，而且内力还这么深厚。巨云举起手中的短剑冲向 AI 雪辉，AI 雪辉举刀格挡并迅速后退，紧接着一股爆热的能量汇聚到刀尖，随即便迸发而出射向巨云。巨云匆忙间闪身躲避，下一秒直接跃起劈向 AI 雪辉。AI 雪辉向后一翻身躲开这一击，然后借助书柜一跃而起，从巨云上方飞过，一刀划伤巨云的肩膀。此时雪辉在空中看着 AI 雪辉这一系列连贯的动作，不禁感叹 AI 雪辉强大的应变能力。再看此时的巨云已经开始慌了，他瞬间感觉这次能赢。可下一秒 AI 雪辉手中长刀由于没能承受住大伯剑的功力而寸寸碎裂。看到 AI 雪辉手中的武器碎裂，巨云微微一笑。话说回来，坤魔还叫我把剑也给你来着，但现在看来幸好没有给，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呀。而 AI 雪辉则直接口吐芬芳。听到这，巨云和雪辉同时愣住了。巨云不敢相信 AI 雪辉竟然敢骂他，而雪辉没有想到 AI 雪辉这么的智能。此时只听 AI 雪辉继续说道：“你这个像蛇一样跑出来的细组，现在开始仔细听我说的话吧。你的招式和步伐慢的我都快看不下去了，你不信的话可以对我出招试试，我会把你的脑袋打碎。”此时飘在空中的雪辉震惊无比，他感觉就像自己的身体中住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而此时恼羞成怒的巨云再次冲向 AI 雪辉，AI 雪辉快速的躲避，并没有进行反击。就在这时 AI 雪辉被逼到了墙边，无处可躲。巨云兴奋着一剑劈来， AI 雪辉直接闪身扔出白魂弹，白魂弹瞬间便在巨云面前爆炸，强大的冲击力把他震飞出去。紧接着下一秒，一把带毒的匕首便射向巨云。AI 雪辉慢慢的靠近巨云，你不过是个垃圾而已，你可不能就这么丧命，你还要偿还对这具身体动手的代价。而此时飘在空中的雪辉大急，他还要把巨云带到坤魔那去，不能就这么让他死掉。而 AI 雪辉已将他那把断刀举起，准备刺向巨云。正当 AI 雪辉要干掉巨云时，系统的弹窗出现，您要如何处理巨云？一干掉，二打晕。看到系统的弹窗，雪辉松了一口气，他还要把巨云带到坤魔大人那。雪辉选择了打晕巨云，紧接着他便重新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然后立马给巨云服用解药。而另一边留院宫，坤魔正在品茶，他的心腹天光告诉他，派出去跟踪太皇阁阁主的隐隐团全军覆灭，看来是情报已经被泄露出去。而随着坤魔的示弱，很多手下都被其他弟子收买，其他的天魔弟子所拥有的势力与力量，收买的阁僚和党僚都比坤魔大人所拥有的强上许多。
这时昆魔大人想到了给他提供情报的雪辉，今天是他参加武管道考核的日子。之前雪辉给他提供了地图和情报，里面写着太皇阁主和正派的密谈手记。而昆魔大人之所以送雪辉去武管道，是因为他答应了雪辉给他一个变强的机会。昆魔从雪辉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东西，他也是希望雪辉能通过考核，自己能在其中获得些许运势。就在这时，有3个人影走来，正是天魔的其他3位弟子，第一弟子沙魔，第二弟子魔后，第3弟子阿灵。而另一边，雪辉带着巨云来到留院宫，刚到门口就被一门卫拦下。雪辉使用读心术查看，一个小小的门卫竟有11万的战斗力。在说明来意后，那名门卫便进去禀报。不一会，那人便出来让雪辉进去。当雪辉走进去，身形瞬间呆住，他看到了沙魔和其他弟子都在场，使用读心术查看沙魔的状态，全是未知。这时昆魔问道：“你怎么会来这里？”雪辉不知该如何回答，本来是想把巨云献给昆魔，可是他是沙魔的间谍。看到雪辉迟迟不作答，昆魔再次厉声问道：“我问你怎么会来这里？”正当雪辉心急如焚时，系统弹窗出现，请在以下选择中进行选择。雪辉看着弹出的选项：1，我把天魔大弟子的间谍抓过来了，加1； 2，如果不想丢命的话，其他人先出去，加2； 3是我，你这个凑 X， 加3。看到这些选项，雪辉瞬间无语，这都是什么疯狂选项？传说中的天魔有4位弟子，大弟子沙魔在20岁那年，当着武当派弟子的面，将被誉为武林前100的高手武当派太上长老的头颅砍下。30岁时面对点苍派3名长老、4名护法、8名首席弟子的情况下，团灭了对方，并且斩下他们的头颅堆成塔。二弟子魔后表面看起来像一个好人，但内里其实是一条毒蛇，因为他所有的行为都经过了缜密的计算。魔教最神秘的集团奇奇阿队就受他控制。3弟子阿灵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天然呆的清纯美女，但她其实是个善于使用计谋和美人计的蛇蝎女子。她甚至能得到隐魔院元老院中隐遁高手的支持。而4弟子昆魔是他们中势力最小的那个，处处谨小慎微。雪辉把间谍巨云带到留院宫交给昆魔，却没想到沙魔和其他弟子都在。就在雪辉不知怎么办时，系统的弹窗出现了。雪辉看着面前的3个选项，每个选项后面都有一个数字。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最不好的那个选项反而能有一线生机。最后雪辉咬牙选择了第3个。而此时二弟子魔后站起身问昆魔：“怎么了？是谁惹你发这么大的脾气？”雪辉直接大声喊了出来：“是我！你个傻叉，你问这个做什么？”听到雪辉的回答，3人表情瞬间愣住，他们没有想到雪辉竟然敢骂人。而令人意外的是，被骂的二弟子魔后并没有生气。雪辉刚想说话解释，一把剑不知何时出现，顶在了他的咽喉处，强大的气势使他冷汗直流。而下一秒，魔后直接把他面前的剑移开。原来是3弟子阿灵看到雪辉辱骂他的师兄，便想要出手干掉他，最后却被二弟子魔后给拦了下来。一旁的大弟子沙魔从始至终都毫无反应。而此时二弟子魔后笑着对昆魔说道：“你的手下可真有意思，竟然敢对着我狠狠骂一顿。”昆魔很是尴尬的说道：“对不起，我会亲手处理掉他的。”而二弟子魔后却制止了昆魔，他并不想干掉雪辉，相反他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而这时系统弹窗出现，由于雪辉之前选的选项后面有个加3，系统弹出了第1个奖励，可以知道各天魔弟子的性格类型。魔后反社会人格，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时二弟子魔后突然问道：“你应该不是为了骂个爽才来这里的吧？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雪辉根据刚刚了解到魔后的性格，他知道只有引起了魔后的兴趣，他才能活下去。雪辉大声地说道：“按照昆魔大人的吩咐，我把间谍抓过来了。”听到间谍，魔后不禁看向昆魔。此时昆魔也不知道间谍这事，雪辉直接解开口袋，露出巨云的脑袋。看到是巨云，昆魔表情一惊。而此时一边的沙魔也有了反应。这时系统再次把沙魔的性格特征告诉雪辉：沙魔，精神变态者，以破坏他人濒死前的存活希望为乐趣。看到这，雪辉内心也是恐惧万分。而这时魔后突然问3弟子阿灵：“间谍，你要不要审问一下？”阿灵则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时系统弹窗再次出现，阿灵表演型人格障碍，讨厌自己不被关注，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完美的控制自身情绪和生理反应。昆魔直接问雪辉：“你为什么认为这家伙是间谍？”雪辉回答道：“他为了让我从武馆道落选，故意没有将您托他带给我的灵药和宝剑转交给我，中间我问他索要，换来的却是他的殴打以及生命威胁，并且中途他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昆魔问道：“什么话？你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武馆道考核，因为就算你幸运的出来了，我也会灭了你的口，就像那个像老鼠一样懦弱的藏在地下生存的第4弟子昆魔一样。”其实这些都是雪辉编出来挑拨他们之间关系的。看到昆魔的表情，雪辉知道自己刚刚说的话起作用了。而此时二弟子魔后问道：“你已经知道他是谁派来的间谍了吗？”雪辉虽然知道是沙魔派来的间谍，可是他没有证据。就在这时，系统弹窗出现，第2个奖励：提供证物，回眼魔君的密文，已放入巨云的怀中。这时雪辉才明白，
选项后面的+3并不是单纯的奖励，而是为了根据情况给予相对应的奖励。鬼眼魔君是武官道中严字考核的负责人，上一世雪辉被巨云抓住，在洞穴中遇到过他，他和巨云都是大弟子的爪牙。有了证据后，雪辉直接大声说道：“证据就在他的怀里。”雪辉本想把杀魔的间谍送给昆魔，却没想到杀魔和其他弟子也在。正当雪辉不知怎么办时，系统弹窗出现，已把鬼眼魔君的密文放入巨云的怀中。昆魔打开从巨云怀里拿出的证据，一旁的二弟子魔后近身问道：“上面写了什么内容？”昆魔直接把证据递给魔后，魔后看完后也只是扭头看了一眼雪辉。而此时一旁的大弟子杀魔开口道：“不管是间谍主动暴露身份，还是他要阻止一个不起眼的家伙进入武馆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护卫天魔弟子的护卫。可现在居然败在一个去武馆道参加考核的家伙手上，不觉得太可笑了吗？”然后便杀气腾腾地看着雪辉，而雪辉则被这杀气压得浑身动弹不得。面对如此强大的杀气，雪辉不禁担心自己能否从杀魔手下活下来。就在这时，系统弹窗突然出现，第3个奖励将雪辉的体力和内力提升为10万，其余所有能力值大幅上升。这时的雪辉战斗力已达到39万，所学武功也都达到中级阶段，读心术也提升至中阶阶段，并且学会了天魔传授给弟子的武功4级魔功风。正当雪辉感受着自身的强大，系统弹窗出现，警告：杀魔发现了你的弱点，要如何应对？雪辉没有想到杀魔竟然出手了，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就算现在变强了，也完全不是杀魔的对手。看着面前的3个选项，雪辉选择了逃跑。紧接着下一秒，雪辉的身体猛然向一旁闪去，躲开了杀魔这一击。不过一些剑气还是打到了雪辉身上，幸好他的实力有所提升，再加上身上穿了冥王战甲，改变了剑气的方向。而杀魔看到雪辉躲开了他的攻击，也很是惊讶。他慢慢的向雪辉走去，仅仅一个眼神便让雪辉动弹不得。雪辉感受到了死亡在慢慢逼近，正当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时，二弟子魔后突然出现挡住了杀魔，而杀魔只是扭头看了一眼昆魔，便收起武器离开了。看到杀魔离开，雪辉重重的松了口气。这时他注意到一旁的巨云，原来杀魔刚刚的一击不仅是对雪辉，还指向了巨云。从一开始杀魔就想要同时干掉他们两人。这时二弟子魔后走过来，你收了一个有趣的手下，然后把密文还给昆魔，便转身离开了。看到杀魔和魔后都走了，三弟子阿灵也跟着走了出去。看到众人的反应，雪辉不禁好奇那个密文上究竟写了什么，怎么除了杀魔外，其他弟子也都是那种反应。他们都走后，昆魔并没有多说话，只是让雪辉跟他走。路上雪辉一脸的疑惑，因为这不是去书房的路。这时他使用读心术查看昆魔状态，昆魔的战斗力105万，不过后面有个无穷大符号。这时雪辉不禁感叹着昆魔的强大，同时对战斗力后面的那个符号也很是疑惑。而就在这时，走在前面的昆魔突然停下身形说道：“到了。”雪辉看到周围并没有路了，而是一个死胡同，便问道：“这是什么地方？”而昆魔突然转身说道：“这是审问你的地方。”不等他说完，便对雪辉出手。这时系统弹窗出现，不知名敌人发现了你的弱点，要如何应对？可还没有出现选择框，雪辉便渐渐的失去了意识。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点了穴，浑身上下多处受伤，而且被人束缚了手脚。这时昆魔靠近雪辉说道：“你醒了。”雪辉强忍着身体的剧痛：“您为何要这样对我？这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说完，昆魔便把密文递给雪辉看。当雪辉看到密文上的内容后，一脸的疑惑，因为他看不懂上面写的字。而此时昆魔看到雪辉一脸的疑惑，便以为他是装的。既然你假装不知道，那我就说给你听吧。天魔弟子知道五阁酒堂使用的所有密语，而这是追随我的天夜阁密语，解读的话就是处置叛徒的意思。听到这，雪辉更加的疑惑，完全不知道昆魔在说些什么。而昆魔还以为雪辉嘴硬不松口，一记分金错骨手使出，痛得雪辉浑身颤抖。昆魔则继续说道：“之前太皇阁主灭掉了你的手下，唯独把你一人送到了天日不安，然后你就给了我一张地图。你为了讨我的欢心，告诉我说自己想变强，所以我才把你送到了武官道。但现在看来，你的实力远远超出了武官道的水平，所以我猜测你根本就没想通过武官道，而你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成为间谍，获取我的信任罢了。”听完昆魔的话，雪辉心急如焚，他在想如何才能解开这复杂状况。这时他想到了密文上写着处理叛徒，但那是真的吗？不过天魔弟子们在看到密文后都转身离开了，看样子很可能确有其事。在他们眼里，雪辉是某个人派来的间谍，他处理了巨云，所以就把他当成了接近昆魔的间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处置雪辉的权利交给了昆魔。经过一系列的分析，雪辉最终想明白的事情的关键点，然后说道：“我只要证明自己不是太皇阁主人就可以吗？”昆魔则冷声道：“你能证明吗？”而雪辉此时信心十足：“请你翻一翻我胸前的衣服吧。”当昆魔拿出雪辉胸前的东西一看，大惊道：“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竟是他丢失已久的4级魔功！”不禁大呼出声：“你怎么会有这东西？”雪辉则回答道：“这是我从巨云那拿到的。你想一想，如果我是间谍的话，怎么可能拿着这个东西？”昆魔看着秘籍陷入沉思，并没有说话。雪辉继续说道：“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丢失这本秘籍的？雪辉敢肯定昆魔一定不会说出来，丢失如此重要的东西，身为天魔弟子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果然，昆魔说道：“确实，秘籍丢失的时间与你出现的时间不相符。”这次雪辉赌对了，从他把东西放进道具箱的瞬间开始，这些事物的因果都发生了改变。可昆魔也不相信他的手下天夜阁阁主会背叛他。雪辉继续说道：“如果天夜阁阁主没有背叛的话，那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一旦有所行动，敌人也没有理由坐以待毙。”昆魔听到不解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雪辉解释道：“善于谋略的人总会提前做好万全的准备，无论是巨云丧命，还是他的身份被人揭穿，针对这两种情况，他们都提前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昆魔听完说道：“你是想说，现在这种情况也都是他们提前计算好的？”然后便陷入了沉思。雪辉则大声说道：“如果我真的图谋不轨的话，怎么可能会在其他弟子面前把4级魔功藏起来呢？”听完，昆魔转过身去想了许久，然后突然转身说道：“你这次的回答略合我心意，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你刚到留院宫时为何会出言不逊？”而此时雪辉已经完全摸透了昆魔的想法，然后说道：“可能是我僭越了，但我想为您说出您的心里话。您应该被其他3名弟子折磨许久了吧？一想到这我就控制不住怒火，再加上看到他们在您身边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实在忍无可忍。”这时昆魔听完突然大声笑了起来，然后拍了拍雪辉的肩膀：“这是我最满意的回答。”紧接着雪辉便失去了意识，等他再次醒来时，身上的伤势完全好了，并且体力内力都有所提升。昆魔为了给雪辉疗伤，给他吃了血檀无花果和白鹿天胆。这时雪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上显示数字1，他现在只有一条命了。这次加入了昆魔，肯定会得罪其他的3位弟子，以后肯定会不断出现让他丧命的情况。雪辉知道自己需要更多的复活币，他想到了之前学会了4级魔功，于是雪辉便打开武功目录查看。这时他看到左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瞬间便想起了之前获得的一点洞察点，他可以将现有的武功中的任意一个升级为更高级的武功。于是雪辉便选择把素息魔功升级，看到升级后的素息魔功变成了素手魔功，雪辉异常的惊讶，学会此功可以使双手产生青蓝色光芒，能让人空手和执剑的对手相抗衡，并且刀剑不入。20年前曾独自以压倒性的实力干掉数百名蒙衣守护团的人，被称为冷彻魔女天迷丽，正是使用的素手魔功。于是雪辉兴奋地走到院中，他想要试一下素手魔功的威力。只见他用起素手魔功，一拳打向地面，轰的一声巨响后，周围的一切事物瞬间便被这极寒的功力冻成冰块。雪辉并没有使出全力就能达到如此效果，不禁感叹素手魔功的强大。而就在这时，昆魔突然出现问道：“你难道是天迷丽大人的弟子吗？”这时雪辉才反应过来，刚才太过于兴奋，并没有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时昆魔继续问道：“怪不得我一开始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一个末流的武者怎么可以抓住巨云？你真的是天迷丽大人的弟子吗？”雪辉看着昆魔，此时的昆魔对雪辉毫无信任可言，但只是被他看到雪辉施展素手魔功，雪辉便能从他的言语中感受到好的。于是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还是被您发现了。”“没错，我是天迷丽大人的弟子。”得到肯定答案，昆魔露出笑容：“原来如此，还真是对不住您了。你应该是想隐瞒此事的，怎奈我这个人的疑心太重。不过，你师父还在闭关修炼吗？”雪辉顺着昆魔的话便说道：“是的，10多年前，师父说他想要冲刺更高的境界之后就离开了，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他至今也没有联系过我了。”这时昆魔继续说道：“毕竟他在本教也是出了名的冷门。我理解你，你之前说的没错，天夜阁阁主从来没有介入过此事，看来是暗地里有人在操控，所以我想要不要让你从今天开始加入到隐隐团里。”隐隐团是昆魔的核心部队之一，他们主要负责追踪和隐藏，也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刺杀敌人的工作。雪辉知道这要比武官道强得多，于是他连忙表示自己会努力的。而就在这时，系统弹窗出现，成功完成了成为昆魔的核心武士，任务完成，奖励3条性命。雪辉头上的数字变成了4，并且解锁新的战斗模式——模拟战斗，可以在战斗中切换战斗方式。模拟战斗仅提供1次机会，在拥有多人对手的时候，会以最强的对手为参考，模拟出最佳战斗方案。这时系统再次弹出一个窗口，建议若未出现满意的人生，请您挑战更高难度。昆魔给出的3种人生，雪辉知道只有自己不断的变强，才能生存下去。如果不站在顶点的话，他就无法从这个地狱之中逃离。昆魔走后，雪辉便打算先睡一会，可还没过多久，昆魔再次过来，并且还带来1名男子。雪辉用读心术查看，战斗力高达980万。昆魔用手指了指身后男子：“请你尽情的攻击我身后的人。”根据实力定下雪辉加入隐隐团的职位。雪辉装备上武器断影剑，并把战斗模式改成回合制。黑狗很是随意向雪辉勾勾手。这时系统提示出现，绝佳时机，发现了黑狗的弱点。雪辉选择使用武功，不过里面并没有4级魔功，或许是因为实力不够还不能使用。
于是雪辉选择了素手魔功，然后只见雪辉一跃而起，极寒的内力汇聚于手掌之上，紧接着无数的冰锥瞬间出现在黑狗周围。看到素手魔功的威力如此之大，雪辉兴奋地以为自己的攻击成功了，可下一秒，黑狗只是轻轻的移动，便躲开了这一击。而此时系统弹窗再次出现，绝佳时机，发现了黑狗的弱点。看到这，雪辉嘴角露出了笑容，这次他选择走到对方的附近，方向选择北。紧接着雪辉便出现在黑狗的身后，一剑刺向黑狗。黑狗一个侧身，然后便用手指夹住了刺来的剑。不等雪辉从震惊中醒来，黑狗一拳打在雪辉脸上，然后看着倒地的雪辉说道：“听说你是天迷力大人的弟子，不过你这也太弱了吧，昆魔大人。”你有必要特地把这种傻乎乎的家伙放到隐隐团里吗？这时雪辉突然说道：“还没结束呢。”然后雪辉便把战斗模式改成了 AI 战斗。而此时黑狗再次看向雪辉，整个人的气场完全变了。AI 雪辉跃起一剑劈向黑狗，不过还是被黑狗用2个指头挡住。可这还没结束，紧接着下一秒从剑上爆发出冰寒的内力，使得黑狗的身形一顿。然后 AI 雪辉继续使出爆热功，刺向黑狗。面对着一系列攻击，黑狗只是淡淡的说了句“狂妄”。然后拔出长剑，一剑挥出，震得烈雪辉后退数步。而此时飘在天上的雪辉看着下面的战斗，不禁感叹道：“果然，面对数十倍的战力差距，就连 AI 也无可奈何。”可就在这时，烈雪辉突然张口对雪辉说道：“你这个傻子，明知道你们两者的差距有多大，还让我接手这场战斗？”飘在空中的雪辉一脸不信地看着下面的烈雪辉，而烈雪辉继续说道：“藏起来偷看的弱者。你知道自己身上最缺少什么东西吗？你缺少永无止境的贪欲，你要去恶狠狠地撕碎敌人的身体，能听明白吗？”听完 AI 雪辉的话，雪辉也是知道他说的都是正确的，大多数顶级高手都是带着那样的觉悟战斗的。而此时黑狗开口问道：“你要放弃了吗？” AI 雪辉看着面前的黑狗，仅凭这种身体，我果然赢不了那个小毛孩。紧接着 AI 雪辉突然一指点到自己的天灵穴，紧接着气门穴，然后奇门穴。而飘在空中的雪辉看到他点的几个穴位，瞬间大惊，那几个穴位是死穴。AI 雪辉想要以生命作为代价，强行开发潜力，拼死一战。就在 AI 雪辉快要完成的时候，系统弹窗出现：“您要介入这场战斗吗？”雪辉毫不犹豫选择了确定，然后便重新获得了身体的使用权。黑狗却对刚才AI 雪辉的表现十分满意，而雪辉却被之前AI 雪辉说的话刺激到了内心，他想要和黑狗再打一次。不过黑狗已经了解了雪辉的实力，感觉没有必要再继续了。一旁的昆魔看到雪辉这么真诚的要求，便让黑狗用全部的实力继续和他打一场。雪辉知道自己再强也不可能比叶雪辉厉害，肯定是不可能打赢黑狗的，于是他决定试一下模拟战斗。所有的武功最合适的招式都会通过分析，以影像的形式呈现。随着一个个的分析弹窗出现，最后分析完毕，招式35个，步法14个，拳法5个。而雪辉此时看着分析的结果，一头的雾水，因为他不知道如何使用。此时黑狗也等得不耐烦了：“喂，你不打了吗？”就在这时，系统弹窗出现，播放影像一次，紧接着一个虚拟人影出现在雪辉身旁，而对面黑狗那也出现一个虚拟人影，然后2个虚拟人影开始模拟战斗。雪辉的黑色人影把他能施展的所有的招式都施展出，却没有一个可以让黑狗的幻影产生动摇。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黑影伤到了黑狗的幻影，于是雪辉便把那个黑影使用的招式调了出来。看着出招顺序，雪辉动了，他按照弹窗提示，先刺向上端和中端，然后向右侧转身的同时砍向下端，紧接着对上下端连刺。这一系列的普通攻击让黑狗有些生气，恼羞成怒的黑狗刺向雪辉。看到这，雪辉露出了笑容，这一切都和模拟时一模一样。雪辉躲开黑狗的攻击，然后砍向下端，成功使用素心魔功对黑狗造成了伤害。此时的雪辉异常的兴奋，他没有想到模拟战斗竟然连这种东西都能分析出来。此时黑狗已经怒了，还想要继续动手，却被及时出现的昆魔死死地抓住了手腕。你用此等力量攻击雪辉的话，是会出人命的。这时黑狗意识到是自己莽撞了，连忙向昆魔道歉。昆魔不以为意地说道：“按照实力，我应该任命雪辉为死灵队长，但念在他需要在组织里适应一段时间，便让雪辉以临时干部的身份，暂时先当一段时间死灵队员。”这时系统弹窗出现，雪辉被提拔为隐隐团死灵队员。雪辉在和黑狗切磋完，加入了昆魔的隐隐团。之后的3天，雪辉一直在运气调息，实力也恢复到巅峰40万战力。这时他想到了叶雪辉给他说的话：“你缺少永无止境的贪欲。”而雪辉也知道现在自己缺少疯狂的贪欲，不过刚开始他也是有的，可随着生命的变多，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弱了，缺少面对困难的勇气。而昆魔给了雪辉3年的时间，让他变得更强大，到时候就会把他提拔为隐隐团的死灵队长。雪辉要利用这3年的时间超越 AI。当他拿起一旁的衣服时，系统弹窗出现，要进行储存吗？雪辉看着系统弹窗，一般都是解决了重要事情才会出现的，可他却在我重新靠近床的时候出现，难道又要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吗？雪辉选择了确认。天历95年第3章第1节，加入核心武士，爆发式成长。3年，雪辉按照以往的经验，储存的名字会详细的告诉他当下的现状。
爆发式成长3年，就是雪辉快速提高实力的绝好时期。雪辉拿起衣服准备出门，可当他手碰触到门时，系统弹窗再次出现，请决定天历95年9月要执行的日程：1. 学习武功，2. 接受任务，3. 武士修炼，4. 去附近转转。雪辉看着面前的弹窗，仔细思索着。弹窗上表示有36次选择机会，应该就是爆发式成长的3年。现在让我选择1个月的训练计划。雪辉选择了学习武功，紧接着又弹出一个弹窗，请问要学习什么？1. 隐隐团代表魔功初级，2. 追敌术理论初级，3. 对穴位的理解初级，4. 教育馆主的指导初级。既然是加入了隐隐团，雪辉便打算先学习隐隐团的代表魔功——一元消魔功。刚做完选择，雪辉面前的门就被打开了，一个名叫迪巴自称是他上司的人出现，过来传授他隐隐团的代表魔功。雪辉跟他走后，不到1天，系统弹窗便出现，你已学会一元消魔功模仿阶段。迪巴也很是惊讶，短短1天，雪辉就学会了一元消魔功。紧接着，系统弹窗再次出现，对一元消魔功的理解度上升，一元消魔功的熟练度上升。随着弹窗的不断出现，雪辉的一元消魔功由模仿升到基础阶段。此时，雪辉猛然惊醒，这1个月的刻苦学习，仿佛是在做梦一样。他感觉自己从未踏出房间，而这1个月的学习记忆却在脑子里。经过1个月的训练，雪辉学会了一元消魔功，战斗力上升了2万。这时，雪辉再次看向门口。他缓缓走到门前，用手刚一触碰到门，系统弹窗出现，请决定天历95年10月要执行的日程。看到这个弹窗，雪辉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他再次选择了学习武功。1个月的时间瞬间过去，雪辉的脑海中被灌输了不少情报，并且学到了完整的武功。下1个月，他继续选择了学习武功，之前都是自己琢磨武功，现在在高手的指点下，经过1个月的训练，他的一元消魔功已经达到了高级，雪辉的战斗力也达到了51万。接下来的时间，雪辉一直选择学习武功，先是学习了对穴位的理解，仅用3天就达到了高级，然后是追敌术理论。随着系统的弹窗出现，雪辉掌握了追敌术理论高级。1个月的时间，雪辉就学会了对穴位的理解和追敌术理论。正当雪辉还想要进行下一轮修炼时，一看日期12月31号，1年的最后1天，于是雪辉便放弃了继续学习。他想试一下新学会的武功。这时他注意到桌子上面的木盒，不禁让他想起以前武馆道寻找宝物的时候，当他手触碰到木盒时，系统的弹窗出现，请问要组合武功吗？雪辉看着弹窗，一脸疑惑的点了确定，紧接着又弹出一个弹窗，没有武功书，请放置武功书。雪辉想到，难道是让我把武功秘籍放到盒子里吗？于是雪辉找到笔墨，把自己掌握的武功全部默写了下来。他一股脑的把6种武功全部放到盒子里。下一秒，系统弹窗出现，武功属性不同，请参考相生表和强化。于是雪辉便把属性相同的素手魔功和素心魔功放到木盒中。紧接着弹窗出现，组合出了素身秀魔功。素手魔功可以使人双手刀枪不入，而素身秀魔功就如其名，可以使全身刀枪不入，战斗力直接飙升33万。于是雪辉又把交集魔功和赤手魔功放进去，组合出焦热拳魔功。雪辉看着自己的武功界面，虽然只合成了这2种武功，可雪辉已经很满足了。这时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照了进来，新的1年开始了。雪辉走到门前，触发任务。雪辉继续选择学习武功，系统弹窗出现，请问要学习什么武功？只因雪辉再次接到新的系统任务，每天都要练习砍击3万下，其中横砍1万下，竖砍1万下，斜砍1万下，然后刺击3万下。在这数万次的练习中，让雪辉产生了思考。雪辉在完成上一个章节任务后，便接到系统任务——爆发式成长的3年。经过4个月学习，雪辉已经掌握了隐隐团的代表魔功、一元消魔功高级、追敌术理论高级，以及对穴位的理解高级，只还剩教育馆主的指导这一个选项。迪巴是隐隐团教育馆主，武功境界是超绝顶高手，战斗力850万。雪辉用4个月的时间学会了隐隐团员3年多才能学会的东西，这让迪巴相当意外。不过仅凭这点本事，雪辉还是帮不上昆魔，因为其他天魔弟子的实力都十分强大。大弟子杀魔包括他自己在内，极魔高手有4人。2弟子魔后有2名极魔高手，而且手下还有数十名达到超魔的高手。3弟子阿灵也同样拥有2名极魔高手，而在魔教武功境界最高是极魔，然后是超魔、超绝顶。之前的华山派鸠种明实力就达到了极魔，而昆魔大人这并没有1名极魔高手。他之所以没有被其他弟子干掉，那是因为他是天杀星。天杀星是千年难遇的练武奇才，什么样的武功他都可以学会，而且拥有即使不修炼也能自行提升到武神境界的气运。不过天杀星一般都活不过成年，这也是昆魔能被选为4弟子的原因。不过昆魔把天杀星的力量封印了，如果他决心要把体内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的话，那个瞬间就是他命丧黄泉的时候。不过那个力量完全可以超越极魔高手。这时雪辉才明白，之前查看昆魔状态时那个符号的意思，就是指天杀星无限强大的力量，而隐隐团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搅乱情报，让其他弟子互相争斗，最后只剩1人。
然后昆魔再和他进行孤注一掷的战斗。而现在雪辉想要成为死灵队队长，现在的水平完全不够，只能跟着迪巴学习提升实力。就在这时，系统弹窗出现，成为超绝顶高手第1天，请在1天内完成砍击，刺激个3万下。这次训练和之前的不同，并没有时间加速，雪辉只能一天天的练习。就这样，在第17天，雪辉成功完成了横砍任务。系统再次给出新的任务：挥刀、侧挥、前挥、后挥，又是个1万下。看到这，雪辉想死的心都有了。然后雪辉再次每天3万下挥刀，一直到这个月的最后1天，系统公布这个月的训练成果，却是无。而另一边，迪巴办公室手下正向他汇报武馆道考核情况，其中昆魔大人嘱咐需要注意的人都得到了不错的分数，但是小林能通过考核，确实令他们一惊。不过这也正说明了昆魔的眼光独到。而这时迪巴想到了雪辉，手下则告诉他，雪辉已经3个月没有修炼了，就这么盘膝打坐。迪巴2人来到练武场，雪辉还在打坐，他在想现在做的到底有没有意义？他每天这么挥刀练习，是否存在完美的动作？最后雪辉得到的答案是不可能存在。不过雪辉还在想，他在想如何才能将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虽然一开始就不存在完美的东西，但换个角度想想，其实也不算是错误的东西。最终完美的答案会根据理解的角度不同，得到正确或错误的答案。而一旁的迪巴在看到雪辉此时的状态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雪辉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顿悟的境界，而此时他还不知道，正想伸个懒腰站起身来，一旁的迪巴连忙阻止雪辉，让他继续打坐。于是雪辉按照他说的继续打坐，紧接着周身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瞬间把迪巴2人震退数步。随着一阵耀眼的白光闪过，雪辉完成了顿悟，战斗力瞬间提升500万，直接达到超绝顶高手。完成任务，并且可以学习天魔弟子的武功，4级魔功的步法无痕鬼神步后，雪辉继续执行系统的任务。之前的学习武功选项已全部学会，现在只还剩下1接受任务，2武士修行，3去附近转转。雪辉想了想，便选择了接受任务。紧接着又一个系统弹窗出现，您要接受哪一位的任务？1昆魔，天魔第4弟子；2黑狗，隐隐团团长；3迪巴，隐隐团教育馆主；4帮雪辉治疗的大夫；5招待您吃每一餐的下人。雪辉思索良久，最后决定选择昆魔的任务。可他见到昆魔，昆魔却告诉他，虽然你的实力变强了，可是他还缺少一样东西，无法执行此项任务。没办法，雪辉只好选择黑狗的任务。可等他见了黑狗，黑狗让他1年后再来。雪辉看着系统的弹窗陷入沉思，最后为了保险起见，直接选择了最后一个，招待您吃每一餐的下人。刚做完选择，房间门就被人敲响，有人在吗？我可以进去吗？雪辉打开门，来人正是招待他每一餐的人，司马白魂长老的侍从陆森。原来司马白魂长老去副教主的办公室找他，但是副教主刚好不在。这时他发现了一本秘籍在火炉内没有被烧坏，纠结的他最终将这本秘籍偷偷的给了在外面的亲信，而他的那名亲信在收到秘籍后却突然消失了。听到这，雪辉不禁疑惑问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到躲过其他人眼睛离开的？会不会是被什么人干掉，或者副教主亲自出手将其处理掉？陆森则回答道，现在并没有发现此人的尸体，而且进入副教主办公室的是白魂长老，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白魂长老在办公室待着不敢乱动，我过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把他带回来。雪辉瞬间明白了其中缘由，他只是想找一个没有靠山的人，这样即使在执行任务中死去，也不会有人在意。不过这些都无所谓。雪辉继续问道，如果我将那个人带回来的话，有什么补偿吗？陆森回答道，当然有。白魂长老说之后在您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无条件帮您一次。雪辉想了想，可以得到现任长老的一次帮忙，确实是不错的条件。而就在这时，系统弹窗出现，您接受了下人陆森的任务，白魂长老的首席弟子因无忌携秘籍逃去了青海，请在1个月内将其抓获。完成任务可以获得排名第31位的司马白魂的信任和易容树书以及教主的秘密教书地图1/4和钥匙。看到系统的弹窗，雪辉才知道那人原来是白魂长老的首席大弟子，虽然说是亲信，但貌似是很爱惜的弟子。这样看来，比起将他除掉，活捉后将他带回来比较好。不过那个易容树书是一本可以随意变化长相的秘籍。这时雪辉注意到白魂长老弟子的名字殷无忌，他问向陆森，这个殷无忌就是色魔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雪辉无奈地拍了拍脑袋，把易容术给了色魔，他不逃跑才怪。不过这次并不是雪辉一人前去，白魂长老还安排一人一同前往。而就在这时，一个体型壮硕的男子突然进来，我叫石头，请多多关照。雪辉对他使用读心术，发现他的内力竟然是0，战斗力9万，是一个专精外功的高手。于是2人踏上了前往青海的马车。而白魂长老之所以让石头跟着去，是因为他和色魔从小一起长大，不管他易容成什么样子，他都可以认出来。2人来到青海，看着繁华热闹的街区，雪辉不禁回忆起以前，他出生在屠夫家庭，父母很早就过世了，为了一口吃的经常遭受别人打骂。当时突然出现一人问他，你想学习武功吗？就这样雪辉便跟他们来到了魔教。他们2人赶了许久的路，肚子早就咕咕的叫了。
于是二人便来到一个酒楼准备吃点东西。他们刚走进酒楼，里面有两拨人正相互争吵。从他们说话的内容得知，他们争吵的原因竟是一名女子。雪辉二人并不打算多管闲事，饭菜上桌边开始吃了起来。吃着吃着，雪辉突然问道：“我们有钱吃饭吗？”石头却不以为意地说道：“我把钱都支付给刚刚坐的马车了。”而就在这时，一把飞镖突然射向石头。只见石头用筷子便很轻松地夹住了飞刀，然后猛然起身，捂着手腕大叫道：“我的手腕断了！我要死了！”猛地一用力，把板凳扔出去老远，拿着那个飞刀，恶狠狠地看着那两拨人。这是哪个家伙扔的？其中一个大声说道：“你是谁？我们在打架，劝你不要捣乱。”石头直接一脚踩向地面，强大的力量使得地面开始晃动。那两拨人见状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石头则恶狠狠地走来，一手抓起一个，到底是谁扔的？二人都说不是他们扔的。石头则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们需要支付我们那桌的餐费，还有因为你们打扰了我主子清静，所以我本应向你们索取相应的补偿，但是我决定放你们一马，听懂了吗？”那二人恭敬地回答道：“听懂了。”这时雪辉感觉差不多了，于是便喊着石头准备离开。而就在这时，有人啪啪地鼓起掌来，真是厉害，这就白吃了一顿饭。她是整个青海最漂亮的女人，而且她的爷爷是青海最有钱的人。雪辉来青海抓色魔，便遇到了当地长得最漂亮最有钱的人。朱小慧对江湖高手很是感兴趣，每当遇到都会想认识一下。雪辉刚见到他时，系统弹窗就提示他可以接任务。这次他主动过来打招呼，雪辉便和他多聊了几句。在得知他是当地最有钱的万金山庄的孙女，雪辉便直接开口请他帮忙，并告诉他此行的目的是过来抓捕一人。雪辉希望万金山庄能提供情报，还要提供食宿。朱小慧在听到要抓之人是魔教的色魔时，手中的水杯也是一顿。他对魔教也是相当恐惧，于是便问雪辉：“你们也是魔教的？”雪辉连忙否认，除非是化境级别的高手，否则根本看不穿雪辉练的是魔功。朱小慧答应了雪辉的要求，同时也希望雪辉能帮他一个忙，那就是抓到色魔后再次拜访万金山庄。二人达成协议后，雪辉跟着朱小慧来到万金山庄，看着这宏伟的建筑，真不愧是青海第一富豪。朱小慧刚回到家，就被爷爷叫走，他的结婚对象郑公子来了。而另一边，万金山庄庄主朱万吉在和一名男子饮茶，不一会朱小慧便过来了，看到郑公子便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们只是在路上偶然遇见，你怎么突然找上门来？”郑公子也是很不好意思地说道：“小姐，请恕我无礼，我只不过是太想见到你了。”一旁的朱万吉忙招呼他孙女坐下。而此时雪辉到了住处后，一直在研究之前掌握的4级魔功，看着操作提示，不禁陷入沉思。这个中力和 4.5 倍速是什么意思？和之前的大伯剑并不一样。石头则趴在门上偷听，外面有人正讨论朱小姐的结婚对象。石头叫雪辉一起出去凑凑热闹，被雪辉拒绝了。这时石头说道：“听外面人说，郑公子是华山派的。”听到华山派，雪辉便想到了鸠仲明，于是便和石头一起出去看看郑公子长啥样。而此时朱万吉正向孙女介绍郑公子，他乃是华山派的俗家弟子，既有信义又懂侠义，是这一代公认的高手。听完爷爷的话，朱小慧不以为意：“我可听说你那优柔寡断且急躁的性格，经常会搞砸事情。更何况你痴迷于女人的传闻已是满城风雨。”一旁的爷爷忙说道：“英雄豪杰身旁总会有女人，只要没有不良癖好，那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此时郑公子也是连忙解释道：“以后绝对不会发生小姐担心的那种事，我拿家门的名声向你保证。”说完话转头一看，旁边一群人在看着他，弄得郑公子十分不好意思。这时他看到了人群中的雪辉、石头二人，表情微微一变。而一旁的朱万吉突然问道：“郑门主的身体有好转了吗？”郑公子听到，先是微微一愣，紧接着说道：“身体还算可以，但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康复。”听到这，朱万吉不禁纳闷：1个月前你不是派人转告我，他很快就能康复了吗？郑公子则尴尬地端起水杯：“原来如此，是的，一切应该都会顺利。”紧接着站起身来：“小姐，今天突然来拜访，恐怕给你带来了不便，那我们下次再见吧。今天我就先告辞了。”朱万吉还想要留一下郑公子，可郑公子表示有急事，所以要先离开。雪辉看着向他们走来的郑公子：“石头他真的是华山派出身吗？之前你说只要碰见殷无忌，就一定能认出他是吧？”石头则非常肯定地说道：“当然了，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他呢？”而这时雪辉看向郑公子，直接弹出一系统窗口：“殷无忌，白魂长老的首席弟子，战斗力168万。”看来真正的郑公子可能已经遇害了。现在发现了色魔，雪辉在脑中飞速的盘算，现在是否要动手抓他？不过之前朱小姐那显示有2个任务可以接，现在如果动手使用魔功，雪辉怕那2个任务会消失，于是决定先跟在他身后，然后再制服他。而此时郑公子也发现了雪辉二人的异样，他径直的走到雪辉面前，他想要试探一下雪辉的实力。不过雪辉根本不怕他，因为他已经将魔性的内功很好的隐藏了。就在这时，朱小姐突然出现，指责郑公子对他的客人无礼。郑公子也急忙道歉。看到如此嚣张的家伙，雪辉改变了主意：“你以为我们找不到你吗？
你以为只要隐藏魔性，伪装成别人，我们就认不出你了吗？雪辉拔出腰间的长剑，指向郑公子。这时系统弹窗出现绝佳机会，你发现了鹦鹉技的弱点，要如何应对？正当雪辉看着系统弹窗想着要如何时，系统再次弹出一个窗口，任务通知告知栏已被激活。任务通知显示，如果现在使用魔功，或者现场有正派人物因雪辉丧命，那么在武士修行时就无法接受朱小慧的任务，而且如果抓不住鹦鹉技，那他就不能学习易容术。还有，若鹦鹉技不使用魔功，雪辉将成为武林共同的敌人，石头丧失性命，也会导致任务失败。看到如此多的注意事项，于是雪辉选择攻击选项，然后选择走到对方附近，方向选择北。下一秒，雪辉便出现在色魔德背后，一剑直刺腰间。本以为能一击致命，可没想到色魔有护身罡气，剑还没刺入就被弹开了，只是对他造成了很少的伤害。由于实力差距太大，系统弹窗不断弹出发现鹦鹉技弱的。经过一番战斗，雪辉打掉了鹦鹉技一半的生命。鹦鹉技自知不是雪辉的对手，于是忙低声求饶。雪辉本来就没有打算要他的性命，可就在这时，万金山庄的护卫赶来救郑公子，把雪辉团团围住。由于雪辉不能动手伤他们性命，系统弹窗一直弹出。万金山庄武士发现你的弱点。雪辉被这些弹窗烦得不行，于是他把战斗模式由回合制改成了模拟战斗，这样那些系统弹窗就不再出现了。不过雪辉也不能查看别人的状态了，寻找色魔就只能靠他自己了。他让石头拖住那些护卫，自己则去寻找色魔。由于色魔会易容术逃到人群中，雪辉根本无法分辨。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大喊，雪辉望去，一名男子被人吸去精气，全身干瘪。这时雪辉想到了之前鹦鹉技的状态栏上有个增值，应该是说的这个，他可以通过吸取别人的精气来提升自身的实力。雪辉四处张望寻找色魔，这时一名老者突然喊道，这里也有人丧命了。雪辉立马跑过去查看，果然又有2人被吸干了精气。那名老者用手指说道，那人往那个女人的方向跑了。雪辉刚想转身去追，系统弹窗出现，跳跃，跳跃。紧接着一个幻影出现，向上一跃而起。雪辉顿感不妙，一下跃起，躲过了那名老者一击。原来那名老者也是色魔易容所变，老者见没能偷袭成功，直接跑入人群中。当雪辉追过去的时，已是看不到任何身影。雪辉继续往前追赶，在路上看到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他以为又是色魔所变，一把抓起女子手腕试探她体内是否有魔功。然而雪辉并没有在她体内感受到内力，便放松警惕，四处张望。可下一秒，系统弹窗和幻影再次出现，雪辉大吃一惊，紧接着转身一剑砍向女子。女子头颅被雪辉砍下，可雪辉的腰间还是被匕首所伤，却并不是女子所为。他没想到易容术可以改头换面到这种程度。而就在这时，万金山庄庄主朱万吉突然出现，制止了正在动手的武士。他询问武士首领，魔人真的出现了吗？武士首领很肯定地回答了他，因为那些妇女和孩子都是被吸干精气而亡。他又问向朱小慧，那个人真的跟你说过要寻找会易容的色魔吗？朱小慧也是肯定地说道，是的爷爷，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提及过这件事。朱万吉再次问向武士首领，郑公子在哪里？首领回答道，郑公子刚发生战斗的时候消失了，依我看郑公子应该就是魔人。而就在这时，众人被一顿争吵声吸引，过去一看，竟然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石头在互相争吵，都在说自己是真的，不仅外形一样，就连声音也是一模一样。不过雪辉并不担心，因为他没必要知道谁是谁，无论谁是冒牌货都无所谓，只要把他们2人都打到半死不活的状态，假的就自然现身了。这时其中一个石头开始慢慢的发生变化，紧接着一名男子现出身形，正是色魔鹦鹉技。这次他不打算逃了。此时雪辉能感受到他现在的功力要比之前更加强大，应该是吸收他人精气，暂时增加了功力。他使用手中的长鞭抽向雪辉，雪辉却一动也不动，任由鞭子打在自己的身上。石头见状想要上前帮忙，却被鹦鹉技的长鞭阻止。雪辉摸了摸脸上的伤口，有点痛吗？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听到这，鹦鹉技恼羞成怒，直接使用内力灌入鞭子抽向雪辉。由于使用的是魔功，周身散发着魔气。这时系统弹窗出现，你已具备解决任务的所有条件，现在只要抓到鹦鹉技即可。雪辉之前不动手，就是在等他主动使用魔功，现在可以动手了。雪辉抓住鹦鹉技的头，一巴掌直接打在他的脸上，然后又是一巴掌，紧接着巴掌不停地扇在鹦鹉技的脸上。鹦鹉技丝毫没有还手的机会，抓住鹦鹉技之后，石头对他一顿拳脚，可是鹦鹉技还是不肯说出易容术，而且还嚣张地说道，等他成功逃出去，就会先灭了石头。雪辉见状，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这种拷问对他造不成威胁，问别的他都老实交代，可当让他写下易容术的内容时，他瞬间眼神就变了，啥都不肯说。如果完成这个任务，雪辉就能得到1/4的教主的秘密教书地图和一把钥匙，所以他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对付色魔。听到雪辉的话，鹦鹉技眼神中露出了恐惧之色。雪辉慢慢的靠近鹦鹉技，紧接着用膝盖顶向他的小兄弟，剧烈的疼痛使鹦鹉技眼泪横流。这时雪辉不好意思的说道，我本来应该踢中2个的，但是有点踢偏了，但我向你保证，这次我一定不会失败的。
殷无忌大声痛哭道：“不行，我还要用呢！我竟然会成为不健全的男人！”大魔王血辉现在掌握3大魔功，使用后可以使双手无坚不摧的塑身秀魔功、至刚至阳的焦热极魔功，以及天魔教主传授给弟子的4大极魔功。现在抓住了色魔，在血辉断子绝孙脚的威胁下，色魔终于愿意写下易容术。原来白魂长老给他的也并不是易容术，而是潜影投体术，它可以改变人体的骨骼大小，再加上易容术就可以变成婴儿。当色魔把2本秘籍写完，系统弹窗出现，以习得易容术，以习得潜影投体术，同时获得了奖励，被撕破的教主的秘密教书地图和秘密教书钥匙。完成任务后，血辉便打算回去，而朱小慧则希望他能再过来一趟。血辉看着朱小慧头上的任务，便点头答应。回到魔教住处，系统弹窗出现，司马白魂对血辉的好感度达到顶峰，各项数值都增加了1万，并且获得了17天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在这期间，血辉打算修炼一下他所掌握的武功，于是他先试了一下易容术，变成了昆魔大人的样子，接着又尝试了潜影投体术，变成了迷你版血辉。在修炼中度过了17天，血辉继续开始执行任务，这次他选择帮血辉治疗的大夫，然后他便被传送到了任务地点总团白梦殿的领域罗山。系统弹窗出现，警告：白血队正在追踪洪大夫，请抢先一步与洪大夫会面。而就在这时，洪大夫从他一旁跑，后面白血队正紧追不舍。于是血辉使用易容术混入到白血队中，仔细盘算着要如何才能救下洪大夫。前面带头之人白血队队长战斗力有488万，丝毫不弱于血辉。这时白血队众人突然停下，周围也不见洪大夫身影，而血辉通过系统得知洪大夫跑进了面前山洞中。白血队队长把人分成3路追击，而血辉正好被派往山洞方向。没走多远，他们便遇到了岔路口，然后这些人又再次分组。这次血辉前往的方向也是洪大夫逃跑的方向，而此时洪大夫已经跑得精疲力尽，看着手中的灵药，他本来是想把灵药给昆魔大人，可现在被逼得无路可走，于是他打算把灵药吃掉。就在他准备下口的时候，一把剑突然抵在了他的脖子处。就在洪大夫以为自己被抓的时候，那名男子的脖子突然被他的同伴扭断。血辉慢慢摘下面巾，洪大夫看到是血辉，不禁惊呼出声：“你怎么会在这里？”而那些人之所以追击杀洪大夫，都是因为几天前白血队长许光在修炼时偶然发现了高级灵药紫龙草，他打算自己占为己有，但他不知道灵药如何使用，便拿给洪大夫进行鉴定。可洪大夫拿到紫龙草便逃跑，因此白血队队长为了销毁证据，只能追杀洪大夫。而洪大夫一心想把灵药交给昆魔大人。这时系统弹窗出现，已接受洪大夫的任务。总团大夫洪曲书正被白血队追赶，请博得他的信赖。成功时受到白梦殿主万劫修罗的关注，补偿物品紫龙草和1/4的教主的秘密教书地图。血辉听到后面有脚步声传来，于是他重新戴上面罩，使用易容术。而就在这时，一个男子举着火把走过来，他不在里面吗？这时系统提示窗出现，如果不表现出绝对的武力，那洪大夫就不会把紫龙草交给你，再耽搁一会就会出现更强大的对手。血辉对那人说道：“我想再往里走一点，你要跟我一起去吗？”那人点了点头，便往前走去。可没走几步，突然问道：“跟你一起进来那个家伙？”话还没说完，就被血辉一掌干掉。然后2人便准备离开，可就在他们刚要动身时，突然有人说道：“你以为你们真的能走吗？”紧接着一群人出现，把2人团团围住。不过幸好白血队队长不在。这时系统提示出现，如果不表现出强大的武力，洪大夫就不会把紫龙草交给你，再耽搁一会就会出现更强大的对手。这些人血辉并没有看在眼里，正准备动手时，系统弹出警告：若洪大夫丧命，任务失败，只有不让敌人发现自己的身份才能完成任务。这样血辉就只能维持着易容术进行战斗，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力量。为了保险，他把战斗模式改成了模拟战斗。随即一个虚拟黑影出现在他身边，经过分析后，黑色人影动了，血辉也跟着他先使用无痕鬼神步3式跃到他们身后，然后一记横砍，瞬间便有几人惨叫倒地，然后使用塑身秀魔功，在背部凝结寒冰挡住了刺来的剑，随即冲入到人群中。一旁的洪大夫看着血辉的实力如此强大，不禁心中一惊。之前他以为血辉成为死灵队长是走的后门，却没想到他是强大实力者。随着系统结束模拟使用，那些人通通被血辉干掉了。这次血辉也感受到模拟战斗的方便，他只需跟着黑影行动，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干掉对方。可就在他们俩准备离开时，一道声音传来：“为什么6组的人还不出来？”这时血辉才意识到，把这些人都处理掉并不是上策，该留下活口询问清楚。刚才的声音明显是队长许光的，血辉不禁开始担心起来。这时洪大夫提议让血辉自己带着灵药走，而他去引开那些人。血辉还想要坚持不想放弃洪大夫，可洪大夫告诉他，不是只有白血队看到了他逃跑的样子，如果都处理掉，会惹来更大的祸，甚至可能会给昆魔带来麻烦。洪大夫把灵草给了血辉，血辉刚接过紫龙草，系统提示就出现了：任务完成，获得紫龙草和教主1/4的秘密教书地图。这时洪大夫则跑向另一边，吸引白血队追杀，没跑多久便被追上，身中数箭身亡。血辉回到住处，看着得到的紫龙草，
虽然是洪大夫委托交给昆魔，可他已经丧命了。雪辉便不打算把灵药给昆魔，不过他担心洪大夫之前有给昆魔传信，于是他先把紫龙草放入道具箱，然后选择进行存档，这样即使被发现也还有机会，因为他还有4条命。做完这一切，雪辉拿出紫龙草，直接一口咬下，系统弹出警告，需要可以吸收紫龙草的极阳心法，若没有则需要1年的时间消化紫龙草。而这时雪辉由于服用紫龙草，脸开始发红发烫。就在雪辉想着如何解决时，系统弹窗出现，白梦店主万劫修罗想与你会面。瞬间一种不祥的预感冲上心头，如果万劫修罗知道雪辉所做的事情，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雪辉选择拒绝，可下一秒系统提示无法拒绝。而就在这时，房间门被打开了，万劫修罗直接走了进来，而他的头上面有个协助乘2。雪辉不禁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同时很有礼貌地询问万劫修罗来这有何事。万劫修罗则让他猜猜看，同时身体更加靠近雪辉，这瞬间便让雪辉感觉他已经知道灵药是他拿走的。这时万劫修罗再次提醒雪辉让他猜猜看，而系统也弹出窗口让他进行选择。雪辉根据以往的经验，最不好的选项往往藏有一线生机，于是雪辉选择了第一个。说什么呢？竟然在这胡说八道，真让人烦躁。万劫修罗听到雪辉的回答，并没有当场发火，而是转过身去。雪辉以为自己的选择成功了，只听万劫修罗说道：“我之前散步的时候，能在手下脸上看到热花的痕迹，这一般是在服用灵药后产生的。”而此时雪辉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直到雪辉听到万劫修罗说：“你的脸很红，还好吗？”这时雪辉才意识到不好，可为时已晚。万劫修罗一个转身，大手直接掐住雪辉的脖子举了起来，然后猛然用力，紧接着一个手掌穿过了他的胸膛。雪辉消耗复活币再次复活，回到了之前存档的时间。白梦店主之所以来找他，是因为他早就确定紫龙草在雪辉这。雪辉仔细回想着上一世的问题，之前系统给的选择，他选择了第一个，然后就被干掉。显然第一个选项是错的，那选择第二个选项明显也不合适。这时他想到，当时如果不吃紫龙草，而是把紫龙草交给昆仑，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可雪辉还担心，即使把紫龙草给昆，事情还是得不到解决。正当雪辉纠结着如何时，系统提示出现，白梦店主万劫修罗想与你会面。现在雪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白梦店主头上还是有个协助乘2，看到这雪辉以为这个或许是个活的机会。这次不等白梦店主询问，雪辉先开口说道：“关于紫龙草的下落，我有话对你说。”这是雪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他要把紫龙草交给白梦店主，而非昆魔。听到雪辉的话，白梦店主也很是意外，他在哪里？雪辉肯定不可能白白的交出去，他还寄希望于白梦店主头上的协助，希望能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机缘。而白梦店主听到雪辉想与他做交易，瞬间周身的杀意外露，压得雪辉无法呼吸。不过雪辉知道他不能，他握紧拳头苦苦坚持：“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雪辉则说道：“因为昆魔也知道这个事实。”白梦店主收回杀气，仔细一想便答应了雪辉的要求。那我们就这样互相协助吧。雪辉听到白梦店主说出了协助，便以为触发任务的条件达成了，于是便把紫龙草交给了他。接过紫龙草后，白梦店主说了句辛苦了，便转身准备离开。看到这，雪辉大大的松了口气。而这时雪辉在看白梦店主头上的协助，并没有任何变化，也没系统的提示弹出，这让他感觉有点不对。而就在这时，白梦店主突然停下。对了，我忘记要从你这拿回一样东西。雪辉一脸疑惑地问道：“您指的是？”白梦店主杀气外露：“我手下的命钱。”而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出现，白梦店主发现了你的弱点，要如何应对？看到系统的提示，雪辉意识到这次选择也错了，他满脸的不甘。可现在面对魔教排名第29的高手，打肯定是打不过，即便雪辉会被一击干掉，他还是要做出选择。不过转过来一想，如果必死无疑的话，为什么系统还会弹出弱点窗？倒计时只剩最后2秒，雪辉选择了对战，紧接着把战斗模式改成了 AI 战斗。现在他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恋身上。可恋爱刚接管了身体，就对雪辉一顿臭骂，然后对白梦店主说道：“我干掉您的手下们，其实也是一种照顾，即使我能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我并没有这么做。”这让空中飘着的雪辉不禁佩服 AI， 这种情况下还敢挑衅对手。而就在这时 ，AI 雪辉突然大吼起来，然后扭头撒丫子就跑，这让雪辉看得一脸懵逼。而白梦店主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只见他一剑挥出，雪辉便再次复活，又回到了存档点。他真的很无语，连猎雪辉也行不通。这时他也意识到，贪婪使他损失了2条命，当初他就不该独吞紫龙草。现在只剩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紫龙草交给昆魔。昆魔在得到紫龙草后很是高兴，并表示让雪辉不用担心白梦店主。雪辉回到自己的住处，不禁后悔之前的决定，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事，非要白白浪费了2条性命。可就在这时，系统的弹窗再次出现，白梦店主万劫修罗想与你会面。雪辉见到白梦店主，满脸担心的问道：“你来这有何事？”而白梦店主则淡淡的说道：“你觉得呢？”雪辉继续装傻，看来昆魔并没有去找白梦店主，而白梦店主则笑嘻嘻的让他猜猜看。这时雪辉意识到，
这次对话和第一次十分相似。就在雪辉愣神时，果然系统的弹窗再次出现。之前选择了第一个选项，被人干掉。雪辉此时不禁在心中问候昆魔，可倒计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办法，雪辉只好选择了之前没有选的那个选项。我吃了那个灵药，有什么问题吗？听到雪辉的回答，白梦店主瞬间杀意外露，长剑也准备出鞘。雪辉这时已经万念俱灰，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原来您在这里啊！”随后便见昆魔面带笑容的走进来。